我与鹦鹉配合和老婆们分别前往港岛搞事。冷静，我必须得冷静。全家数十口被杀，倾巢之下没有完卵，够狠。三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双眼通红。我需要准备的还有很多，我老子这么牛都完没了，我才站起来几个月，比婴儿都脆弱，必须得忍。该执行任务就执行任务，该蹲草丛就蹲草丛，该偷野就偷野。冷静之后，三金走出厕所，舒服了。还行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是累赘？为什么不让我协助你前往港岛？江七被我赶走了，他帮我守住了惠安，但他是被安插在我身边的。怎么？你怕我也会变成那样？人在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，谁都不能保证一辈子的纯粹。你在保护江七吧？想多了吧，我只是要试探藏在他背后的是敌是友，以及动手的节奏。哼，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，我得跟着你。如果最后非得监视，我做碟中谍。南哥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在港岛那边你能搞更多的钱，维护好咱们卧底的福利。你真想帮我？我想要钱，不是真的要帮你，钱是咱俩关系的核心，你不要多想。帮我在内地建设地下势力，雏形我已经打好，你现在需要做的是稳固。你有最便利的条件，做这件事不难。可以，经费给足就行。钱没问题，但你不再考虑？我好奇心重，想看看安黄到底是个什么样。你纯粹是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先生的道路，但我们之间得有相互的制约。正如你所说，每个人的生命中都背叛过。南哥，我信任你。如果有一天你把我坑了，那是我有眼无珠。那我很荣幸喽。是我的荣幸。3天后魔都见，我把整个地下布局交给你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信任2个字说起来很简单，但做起来很难。给你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一个机会，希望我们都能让彼此满意。K 哥，召集各区域负责人，3天后前往魔都。挂断电话，三金又打给唐鹦鹉。老婆，惠安这边的事已经办妥了，你明天找个理由大张旗鼓的过来，我要跟你交代一些事，记住一定要大张旗鼓。呵，我知道怎么安排。三金打了一路电话，把所有能想到的事安排到位。魔都铁三角家族从上到下，每个人都震怒了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老子的枪呢？三金人在呢，我要扒了他的皮。岂有此理！我们家鹦鹉就没受过这种委屈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抓回来沉江。都别说了，我自己的事自己处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鹦鹉掏出100K。闺女别冲动啊，不要做傻事。鹦鹉转身大步离开，端上枪找老公。隔天，一辆商务车开到状元楼门口。我是米安局机要处理国华，这是我的证件。接着，中年人将一部加密手机递给三金。我是三金，我是韩刚，县委派机要处理国华处长，向你下达任务。千里冰封。三金这是在核实身份。有烟火没？好。三金同志，这是你的任务资料。接过资料，三金很快把里面的内容全部记在脑子里。还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？彻底清除，不留余地。我操！突然，唐鹦鹉端枪走了过来，两人纷纷举起了手。老李别怕，这是我老婆。老婆，有话好好说，我还有朋友在这呢，你别把我搞得太难看。要不咱先把枪收起来。对，枪先放下来，还得是我老婆好。老李让你见笑了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处理点家事。我操！马德，老子让你大张旗鼓的来，没让你扔手雷啊！李国华懵了，这辈子都没见过夫妻打架扔手雷的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扔下你带别的女人离家出走，我保证。话音未落，三金拔腿就跑。混蛋，给我站住！老婆，我没让你加戏啊！老娘不会演戏。一直跑到半山腰，两人这才停了下来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查出我的身世了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老爹曾经是这里地下势力的王者，然后树大招风，全家被杀了，是不是特别老套？有危险！危险就是哪怕我装孙子，有些人都得搞死我。虽然我很牛叉，但终究根基不稳。鹦鹉点了点头，没有再追问三金。老婆，情报系统只能完全交给你，此外你需要跟韩志南对接，吸纳成熟的情报员，怎么调配你全权而定。情报体系的事交给我，你在外面要注意安全。老婆，全靠你了。老公，继续。这天，全城都知道三金被老婆追杀了，最后还是干爹吴老总派人来，才算暂时结束了这场闹剧。3天后，老 K 这些负责人被召集到了魔都林家会所。兄弟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金总，具体啥情况啊？从现在开始，他的话就是我的话，你们都是我一手提拔上来的，也是我最信任的。回去之后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不说，否则……一句话透露着三金的威胁。明白了。隔天，铁三角家族收到了一封休书。三金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疯了吧？竟然为了一群老娘们把鹦鹉扔了！吩咐下去，把三金所有的女人全部抓起来！我不信他不现身。这是我的事，你们所有人都不准插手，我要亲手杀了三金。我支持，这种王八羔子杀100遍都不为过。送走所有人，3个老头怒火全消。嗨，我偷了1瓶酒。你们说这小夫妻俩唱的是哪一出？年轻人的事少打听。真枪实弹的表演能骗过很多人，但骗不过3位老爷子的火眼金睛。我去惠安的公司，你什么时候想起我了，我就马上到你身边。行吧，小水娃，这是你的卡。虽然咱们在一起次数很少，但该有你的绝对少不了。我不要。该给你调动工作会调动，这些钱你拿好就行。老公，你是不是也要把我赶走？你回港岛吧，给我个地址，有机会的话我过去看你。不，我回港岛。
何必呢？不就是去趟港岛吗？如果出现差错的话，最多一笑泯恩仇。你还去黄蕊那边吗？不去，我怕他家里人把我活吞了。我一直在向外暴露的弱点是贪财好色，如今到了需要的时候，当然得好好利用。虽然有点不太光彩，但不管魔都还是帝都，都知道我把老婆扔了，带着舒家的小女儿跑了。这还真是你的弱点。猫哥，你是不是有战友在大圈帮？介绍一下呗，我这边得跑路了。你小子迟早得死在女人肚皮上。你嫂子说了，让我以后不准跟你玩。哥，我跟淑英的爱情容易吗？你要是不帮我，她马上又得被黑山带走。跟谁一起？淑英，我给你电话。准备一下，出发港岛。我前往港城捣毁地下势力，振兴大圈帮。北姑你好亮，一起玩呀！大哥罩你啊！马德，找死！大陆仔你他妈敢打我！这里是鸭寮街，熊哥的地盘，给我等着！撒钱，人家又没惹咱们，就是上前搭个话。知道北姑是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指的是从内地来这里卖春的女人。给我打！我操！老婆，有的时候长得太好看也是错，等着看我怎么收拾这群外国人。外国人没回归呢，全是外国人，就算是回归了，人家也是高高在上的。没多久，两人按照老猫给的地址来到建国电器行。两位有什么需要？你是曹建国，你是老猫的弟弟。对，我是三金，这是我媳妇舒锦。您是大圈帮的老大吗？怎么在这里卖电器？现在哪还有大圈帮？你们待在内地不知道，这些年该走的都走了，我这种走不了的只能留下。曹哥，你的腿怎么？枪打的，让你见笑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既然我们连长交代了，我肯定得办好。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待着，什么时候内地风声过去再说。大圈仔，原来你们跑这来了，熊哥，就是他打的我。一个身材壮硕的男人走进来，是鸭寮街老大之一。就是你打的我兄弟火头熊，什么事？老曹，这里没你的事，这个大圈仔搞了我兄弟，今天必须得给个说法。这是我大陆的表弟，初来乍到不懂事，给我老曹个面子，我请兄弟们喝茶。你要扛事？熊哥，就当给我个面子。既然你老曹说话了，这个面子得给。那个谁，看在你表哥的面上，给我兄弟赔个礼道个歉就算了。熊哥，这个是不能算啊！妈的，咋不说你调戏人家老婆？谁知道那是他老婆啊？我以为是北姑呢。你当着我的面打我兄弟，火头熊，是你的人过分了，这是我家弟妹。妈的，咱们出来混得讲道义，泡妞可以，调戏人家老婆绝对不行，赶紧道歉，不然扒了你的皮。对不？道歉就算了，成年人做事都得有分寸，做错了就得认。熊哥，你的面子我给，但我得维护身为男人的底线跟尊严，应该没错吧？表弟，你有种！我火头熊这辈子最佩服真男人，今天看在老曹的面子上，这个事我不跟你计较了，咱们走。熊哥，就这么算了。妈的，知不知道老子刚才救了你们一命？知道老曹是什么人吗？当年大圈帮的头号杀手，他表弟也是个狠角色，赶紧的再掏3000块，我还得帮你把这个事彻底平了。曹哥，没让你为难吧？你还真是跟老猫说的一样。你要为难的话，我马上就走。看得出来，曹哥你也不想再碰江湖事了。兄弟，你要想避一阵子，就安安稳稳在我这里待着。你要是想做出一番事业，我劝你算了。先看吧，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曹哥你为难的话，我们马上就走。先跟我回家安顿下来再说。这不合适，我们身上还有点钱，找个地方住没问题。换做别人肯定不行，不过你是老猫介绍的，给曹哥添麻烦了。曹建国的家不大，却很温馨。嫂子，我媳妇是越国人。小朋友叫什么名字？叔叔送你个礼物。兄弟使部的，这是你傍身用的。曹哥你就别客气了，我好歹在内地混得还行，跑路的盘缠还是有的。好，就这么一次。晚饭的时候，两人聊了很多港岛目前的情况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三金每天帮着老曹看店，舒锦则是帮忙打扫卫生。这天，火头熊找到三金，表弟，想不想赚钱？有路子，看你身手不错，所以想给你个机会。你能有这么好心，把赚钱的机会给别人？熊哥，我初来乍到，什么都不懂。需要懂啥？拳头硬就能赚到钱。这里跟你们内地不一样，遍地是黄金。能赚多少？搞定这个事，给你200万。别问好事为啥轮到你头上，我就是单纯的欣赏你。嘿嘿，我最喜欢吃嗟来之食了。所以说我欣赏你，从你下手打人，我就知道是个人物。明天细说，这个事不能让老曹知道。晚上，三金找到曹建国，火头熊让我帮他办事，给了5万块。你答应了。火头熊看起来大大咧咧，其实阴险狡诈。曹哥，我准备做事了。搞什么飞机？马上走，连夜走。大圈还有多少人？联系一下，只要肯为我卖命的，我帮他们解决内地家里的任何问题。三金，你想干嘛？1个月时间，我大致上摸清港岛地下势力的分布情况，也该干活了。真能办好。0点，东堂传物。好，0点我会把你需要的人全部叫来。还有个事。什么事？如果我成事了，想请你做管。做管的意思是社团的最高领导人。我恐怕没法做管。曹哥，我志不在此，港岛只是我的跳板，与其到时候退位造成混乱，不如你直接做管。好，我出去办点事，0点传物见。
没多久，三金带书锦来到一处高档的餐厅。老婆，我该工作了，你也该离开鸭寮街了。你说的算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别人可没这个待遇。接下来你要住豪宅，开豪车哦，跟小凤凰一块住能习惯吗？凤仪好相处，就是爱吃醋。那就好，等我一下。苏凤仪坐在咖啡厅里，脸上的表情很是忧郁。美女，我觉得这副耳环很适合你。苏凤仪一下就哭了出来，不顾一切地抱住三金。我现在穷了，只能给你买地摊货，你不会嫌弃吧？不嫌弃，老公我想你了。安排好两人，三金来到0号船坞，黑夜中出现了4个身影。适应吗？还好。从现在开始，待在我身边，你们自行分配任务。我负责狙击，我负责联络与通讯。这次保证让你们过瘾。师傅，能乱杀吗？都是外国人，有什么不能杀的？0点的时候，曹建国带着10几个大圈的人来了。老曹，这就是你说的人，年纪轻轻的口气不小，哈哈。曹哥，您是不是被骗了？说诉求，万一我能做到呢？小伙子，我知道你有雄心壮志，可时代不一样了，否则我们能这么落魄吗？说诉求，真以为我吃饱了没事干？赚够100万收手，回家盖新房。地址、姓名：晋省石沟子村庐山。大圈帮的人一个接一个说出诉求，三金直接电话安排。这么牛叉，那我也说我的诉求，给我1个亿就行。此言一出，老曹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。怎么给不起？那就别他妈说大话。当年老子扛枪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撒尿和泥丸呢。我叫孙银虎，平生不喜杀人。我叫孙银虎，平生不喜杀人。你可以辱我、骂我、骑我，但是退下。人生最大恨，装叉装一半。明天中午12点之前，各自打电话回家，到位之后再来找我，继续往下聊。曹哥，老铁死了。我知道自己找死怪谁。隔天上午，大圈帮的电话接踵而来。兄弟，还有一批人要过来，要不要？现在有多少人了？加起来差不多上百了，人还是有点少。大圈不过百，过百必无敌。从前3、5个人出去就能横扫一个场子，这里的帮派全是废物。把扛过枪的单独分出来，并且随时吸纳新人，怎么着也得组成一个团。一个团1500人左右，三金要把留在港岛的大圈全部组织起来。表面是坐管，实则是军事化管理，按照部队的编制设立堂口，扔掉他们的传统黑帮模式。我去办。老曹去办事，三金来看店。21K 眼馋鸭寮街的生意，火头熊他们已经跟21K 的贼龙血拼了好几场了。表弟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弟妹呢？让他出去躲2天，女人只会影响男人拔刀的速度。这话没毛病。说吧，什么事？7天弄死贼龙，200万就是你的了。用不了7天，最多2天。哈哈，所以说我特别欣赏你，把这玩意带着，必要的时候有用。谢了。今天晚上贼龙必去红曼酒吧，好好干，等你来拿钱，哈哈。等火头熊离开，三金解开炸药，找到了一个引爆装置。看来火头熊根本不需要我杀贼龙，只要我接近，这个炸药就会遥控引爆，有点意思。追踪装置也安了。三金把引爆装置去掉，保留了追踪装置。中午的时候，三金提前来到红曼酒吧。大圈仔，你来早了，场子还没开呢。我已经很努力改变了，为什么你们还能第一时间知道我是内地过来的？因为大圈仔都很臭。兄弟，这是贼龙哥的场子，识相的话现在猪血，就当这件事没发生。我是来谈生意的，你们老板在哪？小兄弟胆子不小，拿着枪来到我的酒吧谈生意，生活都不容易。这样，我给你拿1000块，当请你喝茶了。你很怕我吗？我红曼在这里混了这么多年，能让我怕的人还没出现。小兄弟，你很勇吗？有没有兴趣跟我干？我是来谈生意的，打电话给贼龙，我跟他谈。小弟弟，你什么辈分要跟贼龙谈？我能帮贼龙拿下鸭寮街，问问他感不感兴趣。你是？杀人曹是我表哥。有点意思，当年的杀人曹不是一般的猛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暗黄。好，姐给你个机会。龙哥，杀人曹的表弟来了，想跟你谈谈鸭寮街的事。小弟弟，龙哥一会就来，如果你没能力的话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手感不错。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知道我是谁的女人吗？不要太在意我打招呼的方式。有意思，暗黄是吧？小子，是不是活腻味了？别搞这么大架势，我看着害怕。有种，把枪收起来。听说你要跟我谈生意，有事跟我女人谈就行了。跟女人谈？贼龙是你没出息，还是看不起我？小子，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你敢，但我的兄弟肯定会帮我报仇。我虽然嚣张，但起码脑子正常。我那些兄弟全是疯子。贼龙，你喜欢招惹疯子吗？龙哥，要不先听他说说。听说你是为鸭寮街的事来的，说服我，否则你走不出这个门。火头熊让我杀你，给200万。他傻你的，没人会从外面找刀手。火头熊拿你当白痴，200万别说找刀手了，找世界级的杀手都够了。火头熊给我一款炸药，里面装着引爆装置，不管我用刀还是用枪，杀你的时候必须得近距离，刚好处于爆炸范围之内。我操！整个酒吧都处于爆炸范围之内。贼龙哥还嘲笑火头熊吗？你想怎样？我不喜欢别人拿我当白痴，所以我来找你谈生意。鸭寮街是个好地方，是走私过来的手机、音响等等东西的第一站，尤其光碟之类的。你没带炸弹？
谈生意带什么炸弹？吓死我了！火头熊这个混蛋还真够阴的。咱们联手干掉火头熊，七三分账。贼龙摇了摇头，你得搞清楚这是哪。虽然你的兄弟都是疯子，但阿瑟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疯。82，小兄弟，大圈帮留下的只有传说，传说不能当饭吃，明白吗？91，算了，办完事再说吧。贼龙哥，小弟初来乍到，如有得罪，千万莫怪。好说，我贼龙罩你。晚上9点，我会把火头熊引出来。三金离开之后，贼龙脸色瞬间变得阴冷下来。什么东西敢跟我谈条件？真以为老子怕你们大圈帮？龙哥能信吗？万一是帮着火头熊对付你怎么办？这家伙被火头熊摆了一道，肯定得报复。想借我的手搞死火头熊，顺便吃块肉。我还是有点担心。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今天晚上一举拿下压疗间。晚上8点，三金离开电器行。熊哥，能不能先付给我20万？表弟，见货拿钱，从来没有这样的规矩。熊哥，我实在没法子了。规矩就是规矩，你只要办完事，马上钱到位。我不要200万，就要20万。熊哥，帮我这一次，我这条烂命就是你的了。20万不多也不少，刚好能让火头熊上钩。表弟，你要20万有啥用？救命！你在哪？深水码头见。他妈的，这傻叉是真多，20万就当老子送你了，拿到地下去花吧。8点50，火头熊带人来到深水码头。表弟，钱给你带来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熊哥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。表弟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话不多说，我去办事了。年轻真好，除了脑子容易发热之外，全是优点。突然，数辆面包车疾驰而来，将火头熊一行人围在中间。妈的，被耍了！火头熊，你也有今天！贼龙，你他妈最好别让老子逃掉，否则我杀你全家！什么东西也敢跟我？话没说完，一把枪顶住贼龙的后脑。你是站着看戏，兄弟，你是暗黄的人。秦王和孙银虎两人冲杀过来，刀光剑影，鲜血四溅，把贼龙的人尽数斩尽。还是混黑社会打架舒服。废话，要不师傅为啥这么喜欢混黑社会？兄弟，谢了。这是我的胳膊。熊哥，江湖规矩或不及家人，只要把所有的钱给我，我保证不会碰你家人。我这初来乍到就是求财。你妈都敢耍我，大圈仔你找死吗？不准侮辱我母亲，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妈。吩咐下去，送他家所有人上路。是，师傅。贼龙哥，没吓着你吧？你这是驱虎吞狼？错，我是在黑吃黑，出来混就是求财。我这个人讲究或不及家人，只要你把所有的钱给我，绝不会碰你家人。面对凶残的三金，贼龙眼中充满了恐惧。你就是贱！本来我说给你留3成，你非得讨价还价。我所有的钱都给你，别碰我家人就行。你信我吗？你杀了我会腹背受敌，对你来说绝不是好消息。只要你肯放了我，所有的钱都是你的，而且还会竭尽全力帮你。我信你吗？暗黄，我还没有问完话呢，你杀他干嘛？戏份都到这了，不杀不合适。贼龙的地盘遭到清洗，洪曼被抓，曹建国在压寮街立棍坐馆，帮派定名为萧盟。至此，三金立足港岛。大圈帮是祸乱的代名词。不到3天，阿瑟就把曹建国请进了局子。这一切都在三金的考虑之内。先做官，再解决其他的事，不要慌，这里是法治社会。金爷说是这样说，但这边阿瑟非常仇视我们，估计怎么着都得给曹哥定罪。咱们刚成立，曹哥就被抓，对下面影响很大。没错，现在怎么办？我再重申一遍，这是法治社会。港岛最好的律所是哪家？金德律所。最好的律师呢？刘、池2大状，把他们2个都请了。全请了。金爷，据我所知，他们不喜欢接这种案子，喜欢钱就行了呗。这群土著总觉得咱们内地来的没脑子，我就给他们好好上一课，到底什么才叫脑子？上午刚被抓，下午曹建国就在刘律的护送下放了出来。曹先生，请问您是否涉嫌犯罪？据我所知，压寮街现在已经归您掌控，并且立棍坐馆。我如果真的犯罪了，怎么可能被释放？我就是个瘸子，能干什么？刘律师，你们为什么会同时接这个案子？里面有什么隐情？有消息称曹先生是大圈帮的龙头老大，并且要带领大圈帮重新崛起，有没有这回事？人权至上，我不认可大圈这个说法。为什么要区别对待？就因为他们是底层吗？我喜欢这里的空气。池大壮，社团的注册要抓紧，我们需要合法身份。明天办好。我打算成立法务部门，你跟你的律所有没有兴趣？三金先生，如果你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或解决，可以随时打我电话。女人天生感性，但你的理性超越男人，你的野心也超越男人。三金先生谬赞了。我不喜欢废话，你开个价。我不喜欢为黑帮服务。1000万。三金先生，案子结束了。2000万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先回去了。1个亿。三金先生，有案子可以随时找我。10亿。成就。但是有个条件，10亿也包括你，别想歪了，不是包养，是让你偶尔陪我睡个觉。等你拿出10亿再说吧，失陪。感性的女人可爱至极，理性的女人风味十足。
贼龙死后，三金没有为难洪曼，继续让他经营酒吧。大嫂，贼龙死了，还有我乌鸦，只要你说话，我保证把你照顾得好好的。乌鸦，你来搞事！我哪敢搞事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帮着照顾嫂子是一起。我在想一个问题，贼龙被砍死了，你也被抓了，怎么还能好好的回来？你是有绝活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想不想试试大嫂的绝活？乌鸦，你不是人！嫂子，就凭你这句话，每个人加10分钟，不许多也不许少。嚣张、狠辣、变态，这就是21K 五虎之一的乌鸦。这时，库代杰带着萧萌的人赶了过来。萧萌、永堂、库代杰，大圈帮来砍咱们了，还愣着干嘛？给老子砍他们！库代杰笑了，操起大刀砍杀而来。我去，这么牛叉！大哥有话好好说，今天是小弟的不对，我认错。大哥千万不要冲动，杀人是犯法的。趁库代杰不注意，乌鸦猛地拔出手枪。白痴，你们大圈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。我是老大，腰里不别把枪，怎能安心？大哥，我刚刚开个玩笑，你让兄弟们别冲动。血拼结束，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让乌鸦跑了。金营，罚我吧。你说那是谁？21K 五虎之一，乌鸦。起来吧，不怪你。乌鸦很狡猾，回头我亲自会他。本土帮派反击了，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。明天把义安帮在铜锣湾的场子扫了。金爷不扫21K 的吗？艾克嫂，不准用枪，我们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。我的好兄弟，500把 AK 已经上传了，100天火箭筒也装好了，3000颗手雷跟火箭弹放在一块，7天后抵达港岛。感谢我的白领海盗兄弟，马上转账。我去，这么多军火，这是要打仗去吗？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不用，但不能没有。明天把义安帮的堂口全扫一遍，不需要扫平，只需要让义安帮知道就行。就这么办，反正狮子多了不怕咬。既然立棍做管，就得有立棍的模样。你理解错了，不这么玩，他们很快会打到亚寮街，人多势众之下，咱们只会吃大亏。这么玩，反而会让这些帮派陷入冷静期。萧萌在所有人没有做出反应的时候，冲进义安帮的场子一顿劈砍。与此同时，屯门油麻地的义安帮场子也遭遇到同样的情况。义安帮连忙召开江湖大会，内容只有一个：如何把突然冒出的萧萌干掉。很快就要回归了，所以对付大圈的方式不能只是打打杀杀，应该采取……马德，你们穿西装的一口一个不能打打杀杀，从前做的事都忘了，都是黑的，在这装什么文明人？乌鸦，坐下。我觉得乌鸦说的没毛病，没理由被砍了不砍回去。我倒是觉得义安帮考虑的周到，马上就回归了，谁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。这时，负责治安的黄警官走了进来。各位老大的帮派聚会100年难得一遇，你们继续不用管我。阿瑟，我们在开茶话会，身为警务人员不要乱说话，否则告你诽谤。乌鸦哥是吧？昨天的事还没找你算账。哎呦，我好害怕哦。各位老大，奉劝你们一句，关键时期少动。这个提醒很重要，少动不代表不动。老大查到了，萧萌的背后是个年轻人，被称为暗黄。好年轻，据说是杀人曹的表弟，1个月前偷渡过来的，还带着老炮。什么来头？还在查。不过这家伙很厉害，对咱们办案的流程熟悉，而且顺势把大圈跟人权捆绑在一起，能同时请到2大名状。跟内地警方联系，好好查查这位暗黄的老底。如三金所料，所有的帮派都暂时蛰伏不动了。贼龙哥跟火头熊同归于尽了，我怎么着都得照顾好你。乌鸦来搞你，我管；别人来搞你，我也管。谢谢金爷。别发烧，如果不是你还有用，老子早就不管你了。这不是难听话，有用意味着有价值，抽空多练练腿臀，太松了。三金先生，池大壮来了呀！你的条件我考虑好。考虑好了就要进入角色，钱不是这么好赚的，我的钱更难赚，10个亿已经转进你的账户。生意好冷清，我是该称你为暗黄呢，还是灰安三金哥，又或者金爷？自我介绍下，我叫黄甫任，负责扫黑组。池大壮你也在，你在为暗黄做事吗？我是三金先生的私人律师，萧萌作为社团已经完成了合法注册。不用向我普及法律知识，你说你是暗黄的私人律师？是的，也可以是秘密情人。小雅，转你的全是黑钱，你该知道后果吧？黄色小弟初来乍到，很想跟你们搞好关系。黑的跟白的搞什么关系？金总，我专门来找你，是想请你协助我们调查贼龙跟火头熊的死亡情况。有目击者称你也在场，一句目击者就要抓我，过分了吧？你还是跟我的律师谈吧。金总，恐怕你真的得协助调查。确定是协助调查，不是抓捕。我是合法公民，就怕留下案底。协助调查没问题的。那就好。黄色，我跟我的律师说点私事可以吗？可以。小雅，好好研究那些钱，
看看用什么方法能搞定。如果实在搞不定的话，明天早晨去局子接我，我来告诉你方式。baby， 我早说了，我的钱可以赚，但绝不是那么好赚的。上周三晚上9点钟你在哪里？忘了，好好想想。我有记忆失能症，超过48小时的事都会选择性遗忘。我也想帮你们，但真的无能为力。我们跟内地联系过了，不得不说你的经历很传奇，短短几个月就在内地打出一片天下。但这里是港岛，如果你是来享受生活的，我们双手欢迎；如果你是来搞事的，我是带着任务来的。任务？对，专门来睡港岛的女人。黄色，这不犯法吧？好想法，看来你是来享受生活的。那么上周三晚上9点钟你在哪里？我想起来了，就告诉你。三金被请到警局后，本土帮派动了，所有人冲进鸭寮街，扑向肖萌的老巢。老曹只是摆了摆手，身后的小弟直接掏出军火。我操，这他妈啥情况？大家都是黑社会，凭什么你拿重武器啊？肖萌第一，兄弟们，环岛马拉松继续，跟我走。接到汇报的黄甫仁紧皱眉头，见识到了三金的厉害。鸭寮街发生火拼，肖萌人手一支 AK，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开什么玩笑？这是法治社会，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？如果是真的，必须一查到底。我建议把所有肖萌的人抓起来，挨个审问。对了，千万别让记者知道，这里的记者什么都敢写，万一说的不好，引起民众的误会就不好了。开玩笑的，我这个人很风趣，看出来了。你的律师来了，可以走了。我还没想起上周三晚上9点去了哪。目击者看错了，抱歉。黄色，你查我的时候最好把灰暗的环境也查一查，看看那里的治安是怎样的。从此刻开始，三金立棍成功，不管白的还是黑的，都得承认。想出办法了没？11是黑钱，很黑很黑。我相信你有办法洗脱罪名，但付出的代价会很大，要么坐牢，要么逃走。石雅满脸无奈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有个很成熟的建议，去你家可以吗？可以。很快警队全员出动，来肖萌搜枪，但注定什么都搜不到。在我的律师来到之前，我不会说任何话。哼，爽完就走吧。不带这样翻身不认人的。刚才咱俩关系很好的。刚才是刚才，现在是现在。回头把10亿转给我，那是没洗干净的黑钱，花掉会出事。我谢谢你。石雅快气疯了，1毛钱没得到，反而被三金抓住把柄。然后我再转给你1个亿，明天开始组建肖萌法务部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我就喜欢你的现实。另外一边，本土帮派再次召开会议，咱们没必要和疯子一般见识，对吗？我们是正当商人，做的是正当生意。没错，打打杀杀已经不适合我们了。蒋先生，我听说你在东南亚的生意不错，有好的项目大家都可以合作。还真有个项目，投资很大。老大们不在乎多一个帮派，少一个帮派，更多的是放眼于未来。隔天，本土帮们送来拜帖，邀请肖萌赴宴。兄弟，去还是不去？为什么不去？怕是鸿门宴，怎么着都得过这一关。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，有的教人，有的被教而已。说得对，那咱们就好好教他们做人。我敲诈勒索港岛龙头，每人20亿，分化港岛地下势力。三金先生，久仰久仰。哪里？承蒙各位关照，小弟感激不尽。我在旁边准备了些特色，不如让这2位小兄弟过去休息休息。既然是蒋先生的好意，秦王你们就去休息吧。港岛是个好地方，这让我想起1842年签署的第1个不平等条约，把港岛割让给不列颠，并赔偿2100万银元。如今只有1年半就要回归，离家的孩子终于要回来了。我们也无比渴望回归，愿意共同见证港岛再创辉煌。蒋先生，你们可能理解错了，我所表达的意思是打输得割地赔钱。既然你们这次输了，该赔点钱就赔点钱，多少无所谓，10亿8亿是个意思就行。我们出来混的，该讲的规矩得讲。各位龙头觉得意下如何？此言一出，3人全都愣住了。我们再给你一口饭吃，你来到这里找我们要10亿8亿，年龄不大，口气真不小。年轻人急功近利可以理解，但没必要锋芒太露，上来就把自己的路堵死，不是聪明之举。2位老大说的是20亿才配得上2位的身份，只要给钱，我保证肖萌不会动你们的任何肠子。这下面子给足了吧？三金先生，你还真是有趣。既然如此，我义安帮送你1000万的大礼，就当是恭祝肖萌成立。有礼送早说嘛。这样吧，蒋先生你也掏20亿，否则显得我对你不够尊重。三金先生说笑了，你觉得我是开玩笑吗？随着蒋先生的笑声，10几个黑西装走了进来。大锅饭不好吃，总会出现矛盾。邀请三金先生过来，就是商议如何降低矛盾。这是法治社会，我们是黑的，阿瑟是白的，每天都在盯着我们，都不好过。大家都是龙头，三金先生如果对我们不满的话，随时可以提出来。我不是在教你做人，只是解释下我们这个层次眼中的江湖。真正的龙头之间不存在大矛盾，随时都可以坐在一起聊天。小弟要上位，你得给机会；小弟要赚钱，你还得给机会。如果小弟赚不到钱，他们吃什么？如果饿疯了，会不会把老大吃掉？所以矛盾是相对的，一定的层次永远都存在矛盾，这叫地下规则。帝王知道，三金先生是有大智慧的人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。
你可以考虑一回，10分钟够吗？蒋先生态度开始强硬起来，这是他的地盘。你们的帝国我不碰，只要钱给够，当时收保护费也好，当时敲诈勒索也罢，都无所谓的。还有，别以为拿上几把枪就吃定我了，你们想敲打我，就得做好被我敲诈的准备。小子，你太狂了！三金微微一笑，伸手指向了一名黑西装。接手，我们萧盟人才济济，很多都是扛过枪的，从前无序，但现在井然有序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给你们半个月时间考虑，到底选择20亿赔款，还是选择放弃地下皇帝的位置？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顺便琢磨琢磨怎么干掉我，千万别没出息的请阿瑟，他们不行。这小子既然想死，那就成全他。既然暗皇发起了挑战，那就让他知道谁才是这里的暗皇。我立刻把豪江的人马调回来。乌鸦，谁能把大圈三金干掉，就是下一任接班人。几人纷纷下达了江湖追杀令。消息很快传到了皇甫仁耳中，他连忙找到三金。我是币安局外勤科三金，执行卧底任务。我也不想告诉你身份，但上面觉得我快彻底放飞了，只好让你监督并配合我。皇甫仁，1957年出生在九龙城寨，1980年警校毕业，因嫉恶如仇遭到上司与同事排挤，4年调去守水塘，是个好警察，就是年轻的时候有点不通人情世故。你调查我？你的资料早就有人发给我了，黄色，你得配合我的任务。说吧，怎么配合？别插手我的事，我要把这里的地下势力彻底搅乱。不可能，眼光长远点，地下势力必须为我掌控，规则必须由我来定，一切为了回归。黄色，我知道你的志向，1年半之后，你将任岛内密安局副局长职务，负责岛内所有安全事务。我该怎么做？第一，帮派血拼不准用枪；第二，随时听我命令；第三，让3大龙头离开。知道了，需不需要我派点人过来？白灼、黑芒。杀手？什么杀手？这是我的俩小老婆，不过你倒是可以保护下池雅。隔天，皇甫仁请3位龙头喝茶。承蒙这些年3位老大给我面子，黄色不用客套了，有话请讲。你是兵，我们是匪，全听你的。第一，不准用枪，一旦发现谁用枪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大圈那么多枪，怎么不去查？他们最少有几百把 AK， 还有火箭筒。骆老大，你该不会想着先出局吧？皇甫仁眼中全是威胁，大龙头的面子可以给，也可以不给。萧盟那边我也谈过了，不会动枪。如果他们动了呢？谁动谁死，这是红线。洋鬼子很快就走了，从上到下都在为回归做准备。你们觉得是几个帮派重要，还是前途重要？黄色想我们怎么做？我听说3位在外面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经常出去谈合作，这就对了。赚钱才是第一位的，帮派的事没那么重要。的确如此，我前些天还跟2位老大说呢，仙国有个大项目，2位你们订机票没？要不我们一起吧？骆老大2人也知道皇甫仁想让自己离开，但却没那么甘心。不能耽误生意，因小失大就不好了。生意的确最重要，那就麻烦蒋老大把机票订了。那就好，祝各位龙头发大财。船大难掉头啊，以后怕是就没有江湖了。不是说属10年不变吗？离家多年的孩子回来了，该交的还得交，不然就得挨揍了。定今天下午的机票如何？当天下午，币安帮21K 盛和会的3位龙头离开了港岛，萧盟借机狂扫21K的场，双方形成了大规模的血拼。鸭寮街内却是一片祥和，是时候走进湘江大美女的生活了。三金先生，你很悠闲啊。21K 的乌鸦回答正确，但是没有奖励。三金先生，帮我个忙可以吗？你说，我特别乐于助人，把我暂存在你那里的钱全部转给我。乌鸦，我欣赏你。骆驼不重用你是他的损失，相对比铜锣湾陈浩南、屯门山鸡、北角大飞，我一直最喜欢的都是你。我去，你在说什么？可能是我搞错了，这个世界没有陈浩南。三金先生，你是不是秀逗了？脑子不好要去医院？就你这样的怎么做大哥？我小弟多，当然能做大哥。你萧盟的小弟都出去砸我们场子了，不然你以为我能这么轻松过来？我操！你牛叉，我认输。我说了很欣赏你，陪我走走，有些事想跟你聊一聊。我忽悠乌鸦干掉21K 老大，软饭硬吃遭遇杀手暗杀。乌鸦想做龙头吗？谁不想做老大啊？我支持你做21K 大龙头。真的？当然，你有龙头之资。不过你这个人太讲义气，就怕你做不了决定。义气是给活人看的，人都死了还要什么义气？其他4虎的位置在哪？三金先生，干嘛要知道他们的位置？我把他们请过来不就得了？这个方法不错，但干掉其他4个老虎之后，你有几成把握能坐上龙头？9成把握。这么自信，你老大还会回来的？干掉就是了。这个老东西总是说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我凭什么傻了吧唧的讲义气？很好，我喜欢你的诚实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请他们过来总得有个理由。乌鸦接过枪顶住胳膊，咬牙破洞扳机。等我消息，到时候弄死那4个病猫。乌鸦哥，你不会撕毁我们的合作吧？当然不会，三金先生助我当龙头，我怎会背叛您呢？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在乌鸦的帮助下，21K 被杀得节节败退，丢掉了许多场子。
马德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老子去杀三金差点被干掉，你们都趴在窝里。现在好了，人家做大了。乌鸦，你去杀三金不就是想做龙头吗？废话，龙头谁不想做？你们做缩头乌龟还有理了。别吵了，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地盘抢回来。有内鬼，萧萌像是知道我们藏在哪似的。12个堂口老大已经死掉了几个，而他们死的地方几乎都在老巢，知道他们在哪的人不多，也就我们几个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当中谁接触过三金？此言一出，所有人全都看向乌鸦。看我干嘛？搞得好像我是内鬼一样。我可没说是你。大哥，萧萌的人杀过来了。这个地方很少有人知道萧萌怎么找到这里的。乌鸦是你，马德，你敢出卖我们？不出卖你们，我怎么上位？兄弟就是拿来卖的。乌鸦哥，我是跟你一心的，我早就看他们几个不顺眼了，龙头也早该换了，我支持你。把他们几个干掉，做你的投名状。乌鸦哥说的没错，兄弟就是拿来卖的，你们一起上路，不寂寞。乌鸦，三金先生约你晚上去码头。晚上11点，乌鸦带笑面虎来到码头。三金先生，这位是笑面虎。三金先生好。乌鸦想要做大，就得心狠手辣。其实这一点上你已经足够了，但思想还局限在弹丸之地，困在传统帮派的争斗上。三金先生教训的是，有没有接触过境外的黑帮？湾岛那边接触的比较多，还有濠江那边。打开看看新到的货。打开帆布，乌鸦看到了6管重机枪。我操，这可全是正经的重武器啊！喜欢吗？这里的帮派很落后。我在内地的时候，黑帮火拼经常用的是迫击炮，所以知道大圈为什么这么猛了吧？乌鸦，你想做龙头，但我想做这里的皇帝。所有的帮派都在考虑回归后会不会秋后算账。这里遍地黄金，一旦回去，好日子就没了。三金先生说的是，三金先生大字。这里应该保持原本的样子，否则咱们怎么发财？不管义安帮还是盛和会，全是一群蠢货，只想着转型，把自己从黑的漂成白的，却从没想过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只有我才真正为所有帮派的利益着想，助我就是帮你们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随便选点武器，总有用得着的时候。挑完武器，2人开车离开。这他妈是个疯子！我乌鸦这辈子没怕过谁，算是怕了三金先生。三金先生跟这些老大不一样，他才是真龙。管他真龙假龙，我先成为大龙头再说。大龙头算什么？安黄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可以吃义安帮的肉了。怎么说？你去唐仙国这样做。一番私语，乌鸦不怀好意的笑了。马德，你果然是个笑面虎。为了让你成龙头，就是有点便宜笑萌了。但咱们也会得到更多。三虎的葬礼规格相当高，笑面虎为兄弟们带孝。在骆先生回国的前一晚，乌鸦秘密找到了他。老大，对不起，司徒他们死了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现在的情况是，老大你也该归天了。老大你不死，我怎么上位？稍后送你们全家团聚。别说我不讲究，别人不敢搞的事，乌鸦哥敢搞；别人不敢杀的人，乌鸦哥敢杀。21K 实力大减，很快又举办了龙头骆先生的葬礼。老大，你死得好惨呀！乌鸦，你哭得太假了。我在笑，实在是忍不住啊。萧萌前来吊唁，见三金进来，21K 的小弟们瞬间怒了。干什么？这是大哥的葬礼，来的都是客。骆驼大哥一直都是我最尊重的前辈，可惜惨遭小人毒手，让人惋惜。乌鸦，我有个不成熟的提议，不知在这里当讲不当讲？三金先生有话请讲。我们萧萌愿意放下所有恩怨，协助你们为骆驼大哥报仇，共同维护江湖道义。这是我们的家事，你们萧萌算老几？这里不欢迎你们。都闭嘴，先听听三金先生怎么说。祸不及家人是基本的道义，这股不忠不义的风气继续的话，也许下一个惨剧就会发生在你们身上。作为萧萌的龙头，我有义务维护规矩。为了表示态度，萧萌占据21K 所有的地盘，全部如数奉还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心中的江湖义气。三金先生大义。乌鸦更绝，直接冲三金跪下。三金先生，感谢您不计前嫌，拔刀相助，老大全家没了，就由我乌鸦给您磕头了。乌鸦哥勇气很专业啊。青田会大小姐前来吊唁骆先生。青田会是什么玩意？青田会可不一般，他没什么名气，甚至只是勉强划进帮派，但背后是小日子的大财阀。青田会簇拥着佐藤奈子进来，大小姐却眼神幽怨地看向三金。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？我是偷渡过来的，如果不是我命硬的话，早就变成尸体了。佐藤奈子，这就是你对我的爱情吗？再见佐藤奈子，三金先发制人，上来就骂。老公，对不起。对不起是最不值钱的，太可笑了。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人竟然会是你。老公，是你不辞而别，我找不到你才。我不辞而别是为了保护你，但你根本不懂我的苦心。什么？需要2个亿？钱的是我来想办法，别管我从哪弄钱，老子那么苦都挺过来了，还能被钱难死？我知道是2亿刀，先这样。
老公，你圈2一刀，奈子可以帮你拿的。给我钱是对我最大的羞辱。不是，奈子是真心的。但我认了，奈子，我此生桀骜不驯，身边女人众多，但只有你才能真正影响我的内心。把钱转给我吧，虽然我有的是方法搞钱，但既然选择原谅，总得拿出个原谅的态度。不过事实上2亿刀根本不够，起码得3亿。3亿够吗？我多给你转点吧。我可以在你面前卑微，但仅限这一次。老公，别说话，转账。此时，一个平平无奇的老外在天台架着狙击枪瞄准了三金。这么年轻，死了真是可惜了。我与老婆自导自演陷害港岛龙头，逐步分化地下势力。这么年轻，死了真是可惜了。好看吗？好看，那个女的真是极品啊！我操！专业倒是挺专业，可惜这个活对你来说太难了。你的目标是3000米外完成精准狙杀的神。师傅，基点发现苍蝇，处理干净了，是个国际杀手，叫马丁，拥有7国护照。我的白林海盗好兄弟，帮我查个人，护照信息已经传真给你了。马丁，杀手，排名不算高也不算低，应该是神圣武装组织成员。我的好兄弟，你怎么招惹上了神圣武装？这个组织可不太好对付，他们一旦接到任务就不会停止，除非雇主要求暂停。神圣武装应该很有钱吧？我知道了，感谢好兄弟。不用客气，你什么时候带我找核武器？白令海盗不会无缘无故的帮忙，两人的关系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铁。等我这边的事搞定。道上这几天很乱，主要是21K 跟义安帮的拼杀，全都是因为三金的挑拨离间。蒋先生，你必须站出来澄清。外面全是流言蜚语，继续这样下去肯定不行。您是被陷害的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乌鸦将杀害老大的事陷害给了蒋先生，蒋先生不能澄清，否则会陷入自证的陷阱，越描越黑。有什么不能澄清的？骆驼就不是蒋先生杀的。阿耀说的对，我不能自证，这件事需要时间，在时间没到之前，只能等。我已经高价买了酒店的监控，但目前来说没有更好的证据。把当天全城所有的监控全部买下来，总能找到端倪。最近一段时间不要轻举妄动，能忍就忍。知道了。阿耀几人离开，蒋天养叹了口气，这个是哪怕最终证明了清白，最后怕也是2败俱伤。刘公子，最近我正在筹办一个选美比赛，想请您来做裁判。蒋先生，你最近摊上的事很大，帝都这边很不满意。这是个误会，我保证很快解决。那裁判的位置给您留着，明哲保身才是蒋天养最在意的。另外一边，三金带秦王2人出门。师傅，我们去哪？港岛好玩的地方有很多，这次带你们去见识见识寂寞深闺的富家太太，含羞半放的千金小姐，奔放狂野的女明星。这不妥吧？你可拉倒吧，又不是没去过3楼，想装纯情可以，不要在我面前装。老子本来就很纯情。三金突然刹车，眯起眼睛盯着后视镜，后面的车跟了我们2条街。我操！跳车！3人跳出汽车，同时一枚火箭弹袭来，10几个西方人端枪疯狂扫射。这些是国际雇佣兵。马德，嫖的路上都能遇到这种好事。3人逃窜进废弃工厂，抢占有利地形。胡子，别说师傅不疼你，过瘾的活留给你，满意吗？就在孙英虎锁定一名雇佣兵的时候，秦王直接将其狙杀。不好意思，我也想过瘾。秦王你个贱人，一个都不给老子留，机会难得，反正我先过瘾了再说。你大爷的，出来单挑！这是我徒弟吗？老子都没有这么暴力好吧？三金连续遭到刺杀的消息在道上传开，所有人都议论是谁要杀三金，最终矛头指向蒋先生跟郭先生，而三金却满脸气愤地打给了鹦鹉。鹦鹉，你到底通过什么关系找的杀手跟雇佣兵？他们太次了，完全没让人感觉到紧迫感。接下来你老公都不知道怎么把戏演下去，找点真正的高手来刺杀我好不好？我真的请不动六角洲，也请不动特别猪挺部队，咱们差不多就行了。那你好歹多请点雇佣兵，才那么点都不够秦王他们杀的。你到底是请人刺杀你呢，还是花钱买把子玩？老公差不多就行了，我相信你的演技。自导自演是这2口子的专业。盛和会龙头郭先生立刻召集手下商量对策。小萌很可怕，老大该战就战，没什么好怕的。没错，管他是小萌还是大圈，都是血肉做的，拼起来谁怕谁。老大，咱们的实力一点没受损，可以跟肖萌干一场。老大，肖萌3进来了，来了多少人？就他一个，一个人就敢来这里，真是不把咱们盛和会放在眼里。请三金先生。三金先生到访，让郭某倍感荣幸，请坐。坐就不必了，我来这里就是想跟郭先生商量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知道郭先生转战濠江，不知道为什么又回到这里，也许是因为江湖追杀令的事。不如郭先生继续征战濠江，不要再淌这里的浑水。三金，你找死！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，你能来未必能走。没大没小，老大在说话，小弟别插嘴。要是传出去的话，会说盛和会没有家教。三金先生让你见笑了，我这些小弟都是粗人，打打杀杀惯了，一言不合就喜欢动手。郭先生脸上在笑，言语中尽是威胁。郭先生，我有一
个不成熟的建议，要不要听一听？我倒是想听听。据我所知，郭先生想进军濠江赌场行业，但濠江老居似乎不买你的账。这样吧，只要你重新回濠江，我助你一臂之力。如果你继续留下的话，就等着被我灭掉。我给你选择，做敌人还是做朋友。刚刚三金是嚣张，现在更加跋扈。你在威胁我？我从不威胁人，只是为了你的利益考虑。哼，你的建议我不考虑，那就是没得谈喽。没得谈，确定？确定。总有人想看看烟花的绚烂啊！突然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，外面顿时火光冲天。老郭，给老子滚回濠江，不然把你们全杀了！实力决定话语权，黑帮的规矩三金可以遵守，也可以随时采取降维打击。走不走？走，这才对嘛！还是那句话，我会帮你的。看着三金离开，郭先生瘫坐在椅子上。去濠江，我们是出来混的，他不是。盛和会发生爆炸，黄甫仁立刻找到三金。你在搞什么？火箭炮都出来了，是要惊动库尔喀布兵旅吗？库尔喀布兵旅很厉害吗？驻军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能把他们灭掉。黄色，他真能灭掉库尔喀，你别勾起他的兴趣。好吧，你别太过分就行。放心吧，我最多用到107火箭炮，再重的武器绝对不会使用。随着盛和会连夜前往濠江，蒋天养慌了。黄色，我是蒋天养，有什么事吗？烦劳黄色帮我约一下三金先生，我不想因为一些误会让港岛变得混乱。蒋先生，道上都在传言是你买凶杀三金先生，我是不信的，以你的眼光做不出这种事。感谢理解，明天我要举办一场选美大赛，为你跟三金先生都留了一张票。是蒋天养的电话，邀请您参加明天的选美大赛。有意思啊，这就认怂了。隔天，由萧盟组织牵头再次召开江湖大会。诸位老大，最近江湖上发生了不少大事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团结问题。所以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的主要内容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商量怎么一起发财。不用说这么多冠冕堂皇的，我们21K 决定加入萧盟一起发财。你们不加入的话，就灭了在座的各位。我召开江湖大会，收服港岛地下势力。蒋天养请帝都来人震慑我。我们21K 决定加入萧盟一起发财，否则就灭了在座的各位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要把我们一口吃掉？曹老大，你们萧盟这样做的话，有点太欺负人了吧？萧盟着重的是盟字，加入萧盟，你们所有的地盘依旧是你们的，该怎么打理还是你们说的算。我们萧盟做事很敞亮，21K 的地盘早就尽数奉还。曹老大跟三金先生是有大格局的，不会跟我们争利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们才赚几个钱，我都看不上，更别说三金先生了。他建立萧盟的初心就是把大家叫在一起发大财。成了大龙头，乌鸦哥说话水平也提高了。三金先生，你真能保障我们的利益？不能，要看各位的本事。有能力你可以赚得更多，没有能力谁也别怨。如果我们加入萧盟，原本的地盘怎么算？还是你们的。萧盟是为大家服务的，是为大家解决问题的。为此已经专门成立了法务部，由港岛最好的池大壮亲自负责。但我希望各位老大不要总盯着穷人兜里的仨瓜俩枣。恕我狂妄直言，这点东西我真的看不上，因为我要吃的是上游，但我一个人没法吃，所以才会邀请各位老大加入萧盟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。先生已经把路铺好了，愿意加入的跟我们21K一起加入，不愿意的丑话说在前面，日后发生摩擦就别怪我们以大欺小。话说到这份上，尽显威胁。我相信三金先生，随风选择加入，我们安继选择加入。江湖大会很顺利，义安帮之外的所有帮派全都选择加入萧盟。晚上选美大赛开始，刘海金在蒋先生的亲自陪同下落座。这位兄弟仪表堂堂，不知从事什么行业，看起来挺面生。说国语，原来是内陆来的，怪不得蒋先生亲自陪同，在下倪金。家父，闭嘴！我没兴趣知道你的家父是谁，你也配叫金？真是粗鲁，内陆就是内陆。你想死吗？本来感觉你是有身份的人，现在看来跟这种场合很不般配。刘海金微微一笑，算是记住了倪金。三金姗姗而来，带着秦王和孙银虎。感谢三金先生的捧场。劳烦蒋先生，我就喜欢这种场合，上流的社会干下流的事。三金先生性情中人，快言快语。还好，蒋先生刺杀我的人查出来了，是谁？狙击手刺杀是我安排的，雇佣兵刺杀也是我安排的。你是为了牵制我？不，你还没这么大面子，但不妨碍我欣赏你。三金先生，今天选美结束后有惊喜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坐下看看。这边请。等等，我去跟关美人打个招呼。关美人今年33岁，正是颜值最高的时候。马德，啥？感动我的女人，活腻味了。湘江富豪大辽，这可是偶像级的人物，陈老师给他提鞋都不配。老刘，我就是仰慕关美人而已，要不咱们商量下，你忍痛割爱。先生，请你放尊重点。不看看给你的支票，我就喜欢关美人一本正经的样子。宝贝放心吧，我找人教训他。熊哥，我去个卫生间。
此时三金坐在包厢里，看着家里们的信息。喜欢哪个？师傅，我喜欢这个。师傅，我都喜欢。记住自己的身份，你们是现役，我是黑社会，我能干的事你们不能干，注意纪律。这时，关美人拿着支票走了进来。先生，我是来还支票的。怎么觉得我的支票是假的？不，4000万太多了，这么多钱我不敢拿。真不要？关美人懵了，她没想到三金真的把支票收回去了。我就是客气一下，怎么会有这种男人？如你所愿，我就是一条大鱼。至于能不能钓到我这条大鱼，得看你的本事。知道萧萌吗？知道。知道萧萌的大龙头是谁吗？暗黄三金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就是萧萌三金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关美人，我都喜欢你好几十年了，今天终于见到本人了。谢谢，我十分荣幸。不过三金先生，我是跟阿耀的。阿耀是谁？打给他，我跟他聊聊。关美人只好打给阿耀，刚打通手机就被夺了过来。阿耀是吗？你是谁？萧萌暗黄，我听说关美人是你的人。我操！他是我影视公司旗下艺人，三金先生，您息点。给你个发财的机会，我准备搞个项目，你就投资1个亿吧。什么意思？你玩我不给钱，还要我投资？关美人后悔了，她就不该来。三金先生，我没钱。有多少？最多2000万。三金先生，求你别玩我了。熊哥，龇牙东，等什么呢？给我打！暗黄好，我是龇牙东，刚刚加入人字头很糖。你做的很不错啊，都能带着小弟来到义安帮的地盘砍人。乌鸦那个混蛋知道吗？暗黄是我财迷心窍，不知道是您，求您原谅我。这什么情况啊？我找来的黑帮大哥竟然给这个家伙下跪，看你表现了，给我打！几人把刘乱雄按在地上一顿狂打，直到对方鲜血淋漓才拖了出去。关美人，现在有没有对我动一点点心？给我的。不然呢？我说要带你发大财，就肯定说到做到。2亿买断你做我的女朋友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叫干爹。干爹。说说你曾经的男朋友都有哪些？家里有多少资产？搞钱的事，三金向来不含糊。另外一边，阿耀将包厢的事汇报给了蒋先生。蒋先生，蛋黄那边很过分，他是大龙头，过分一点很正常。选美还有多久结束？20分钟左右。刘海清看上的是哪个？8号跟21号。去帮三金也挑2个，知道怎么做吧。选美结束，阿耀来到三金的包厢。三金先生，蒋先生吩咐了，32名佳丽由您先行选择，您挑剩的才会留给别人。这么好，耀哥有没有推荐的？8号是多国混血，还有21号是本土的佳丽。成年人不做选择，都要了。另一个包厢里，刘海金冲蒋天养大发雷霆：8号跟21号呢？蒋天养，你在耍我？刘公子实在对不起，但那个人我惹不起啊！我忽悠港城富豪参与航母投资，揭穿蒋天养的诡计。蒋天养，你在耍我？刘公子实在对不起，但那个人我惹不起，惹不起他就能惹得起我。你他妈到底想不想好了？我能让你在变天之后活得舒舒服服，也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刘公子，我也没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对方掌控港岛的半壁江山，是萧萌的大龙头。您知道的，自从听了令尊的规劝之后，我就再也不插手帮派事务了。悖论，这位萧萌的大龙头是1月前从内地来的，听说他在内地也混得风生水起。在内地混得风生水起，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。老子的牛也敢抢，你们！我操！金哥，这是啥意思啊？三金哥，你怎么在这？这几个妞是你看上的？您就别嘲笑我了，我哪知道是你啊？要是早知道的话，不可能出现这一出。金哥，我们是好兄弟，喜欢这2个妞就拿去玩。绝对不行，哪有当哥的和弟弟抢的？介绍一下，这是关美人，我新女朋友。恭喜弟弟，把关美人收了，太羡慕你的生活了。金哥，这是我女朋友，你不给点表示？差点忘了，必须表示，弟妹别嫌少，各是各的一番心意。谢谢金哥。才500万，你现在都穷成这样了，你以为呢？想不想发财？怎么发财？让蒋天养买航母。英雄所见略同。很快，蒋天养被叫进包厢。当他看到三金依旧稳坐主座，就意识到今天的刀戒错了。蒋天养，你跟我玩借刀杀人？刘公子，我怎敢在您面前耍滑头？您跟三金先生是兄弟。蒋先生，这个事不怪你，我和金哥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。你他妈的真把自己当人物了！记住，你就是我家的一条狗，让你叫的时候叫，不让你叫的时候狗窝里趴好。行了行了，蒋先生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谁还没有做错事的时候？给我个面子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请，到此为止。弟弟你说的算，还不谢谢我弟弟，傻了吧唧。感谢三金先生。蒋先生，想过大变天之后，你以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吗？这要看刘公子的意思。现在不一样了，你在这里能做的事，我也能做。三金在提醒蒋天养，萧萌随时可以把他取代，但是可以给你个立功的机会，把握住了，前途似锦；把握不住就不好说了。什么机会？我们准备为国家采购一艘航空母舰，可以算你一份。就是不知道蒋先生的爱国情怀有多深。需要我出多少钱？多少无所谓，
全凭爱国心。一艘看不见摸不着的航母，硬是被三金做成了生意。蒋先生，捐赠航母的名单上肯定有你，这个机会不是谁都能得到的。本就该为国家做点什么，我出10亿，你不吃亏。今天这个是本来过不去的，无缘无故花了10亿，蒋天阳眼神阴冷起来。安阳准备开战，义安帮开战。隔天，三金接到蒋天阳的电话。蒋先生早。三金先生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蒋先生，请说。我想让义安帮加入萧盟，不知道三金先生愿不愿意接纳？这家伙到底什么意思？打的是个什么算盘？蒋天阳借刀杀人看起来很弱智，那是因为我刚好能吃死刘海金。倘若遇到的是其他人呢？不知道蒋先生为什么突然会出现这个想法？明哲保身，三金先生实不相瞒，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，根本没法走，而且也不想沾染帮派事务，只想好好的做点正道生意。但是义安帮交给谁都不能让我放心，所以想请您接手，全当我促成您的暗黄之名。那我就谢谢蒋先生了。你有什么要求大可提出来，能满足的一定满足我。只要能让我好好做生意就行了，其他的别无所求。放心吧，只要你做的是正经生意，绝对不会有人来找你麻烦。那我今天就召开会议。不对劲，义安帮是蒋天阳的老底，失去帮派他才是真的陷入危机。这个老江湖不可能糊涂。三金百思不得其解，但可以肯定对方一定在给自己下套。很快，三金又接到了蒋天阳的电话。会议开过了，怎么样？遇到一点小问题，帮派人员反对的很多，支持的很少。那怎么办？我会说服他们，到时候请三金先生亲自到场，给他们一个承诺。当然了，您的安全肯定没问题。还没人能伤到我。不过蒋先生，你不会耍什么花招吧？我能耍什么花招？身家性命都在刘公子手里攥着。知道就好，等你消息。跟我玩有点意思。之后的几天，三金以买航母为由，敲诈了港岛富豪们几10亿的爱心捐款。蒋天阳是个人物，你准备搞死他？我干嘛搞死他？如果不是处于特殊时期，这家伙绝对不是好动的主。没错，这几天该敲诈的都敲得差不多了，有些咱们也不好懂，所以你看是不是该分钱了？急什么？既然出手了，怎么着也得搞到上百亿，航母很贵的。三金有些能动，有些不能动。还有你金哥不敢动的，不是敢不敢的问题，而是走去霍家。霍家去不了，要是被我父亲知道了，非得抽我不可。你跟我走就行，保证没问题。说话间，刘海金的手机响了，看了眼号码，顿时脸色一变。爸，混账东西！你在港岛挨家挨户的敲诈，让人怎么想我们刘家？立即给我滚回帝都！敢碰1毛钱，我把你的手剁掉！金哥，要不咱俩把钱分一下？你是当哥的拿7成，咱们总共弄到了30亿左右的捐款，7成就差不多21亿。21亿！我三金做人绝不含糊，这次是我跟你喝汤，能拿3成就满足了。拿去买航母吧。金哥，干嘛去？回帝都。隔天，蒋天阳邀请三金到永昌公司。什么？你要金盆洗手？我现在是真的轻松了。蒋先生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没有杀骆驼，杀不杀重要吗？你已经金盆洗手了，江湖的事跟你无关了。12名堂主全在会议室里等三金先生。走吧，金盆洗过手了，不方便再进去。走进会议室，12双充满敌意的眼睛看了过来。通耀，现任义安帮大龙头，我将代表12堂口10万帮众与三金先生谈。第一，萧盟的字头总共6个，不需要再增设。你们加入之后会被打乱，加入不同的字头。第二，所有地盘由萧盟统一划分，归于不同的字头。三金先生，你什么意思？义安帮不能打散，我们也要一个字头。没有发言权就不要随便说话，小心连位置都没了。记住，不是我要收义安帮，是蒋先生为你们谋生路，真当我动不了你们？三金先生，我们现在谈的是如何加入萧盟，个人的事先放在一边。我看各位堂主的情绪有些激动，今天不谈了。走出会议室，三金接到了关美人的邀请电话。你想要什么？只想要你。真话假话？当然是真话喽。怎么不接？你知道是谁打来的吗？不知道。真不知道？我怎么会知道谁给你打的？知道今天我为什么来你这里吗？就想看看蒋天阳给了你多少钱，才会让你帮他盯着我。我没有。他给了你多少钱，才能让你背叛我？蒋天阳设计让我一同港岛地下室里与全球最大的黑帮血拼。蒋天阳给了你多少钱，才能让你背叛我？我没有。第一，我刚离开永昌，你就打电话邀请我。第二，蒋天阳的电话打来之后，你为什么询问我不接？我给你一次机会，老老实实交代的话，既往不咎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他从前帮我摆平过事。蒋先生就是让我记住你说的话，我没想背叛你，真的没。机会只有一次，想好了再说，千万别让我伤心。有一次拍戏，我遇到了21K 的人，他们要轮奸我，是蒋先生救了我。是我太紧张，冤枉你了。
三金先生，抱歉，打扰你休息了。知道还使劲打扰，也就是蒋先生你了。要是别人的话，我肯定得发飙。我听说会议进行的不太顺利，怎么回事？小事，对你来说的确是小事，但对于他们来说是大事。我看这些堂主相反，让阿耀好好调教他们，否则就算来到我萧盟，怕是日子也不好过。我会让阿耀说他们的。可以，希望让他们认识到加入萧盟的好处，条件越苛刻，对他们越好。蒋先生应该能理解。当然理解。这种苛刻的条件都能答应，姓蒋的到底在给我挖什么坑？爸，三金以购买航母的名义敲诈了10多家，涉及的金额全在这里，而且我已经跟他们商量好了，如果需要的话，会拿出转账记录，并且随时可以出来止扣。三金没有怀疑你吧？他拿我当傻子，以破坏和平统一为由，慢慢把这件事散播出去。明白。帝都刘家的公子从来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另外一边，三金还在思考蒋天养在给自己下什么套。义安帮那边怎么样了？那些家伙跟21K 不一样，他们从上到下秩序井然，必须得打乱，否则必然出事。我知道，不把他们的堂口打散，我不会接受的。能兵不血刃最好不过，如果不能按照我想的来，那就砍翻他们。不管怎样，都要把义安帮收进来，不成地下皇帝怎么把各方敌对势力调出来？我就是提醒一下，你肯定能搞定。到了那时候，你就是第一个一统港岛地下势力的皇帝。第一个？对，第一个。别看港岛这么大点地方，但是从探长时代到21K 辉煌时期，再到咱们内地过来横扫一切，从来没有谁能真正统一，只有短暂的势大。马德，我知道了。三金猛地明白蒋天阳给自己下的是什么套了。知道什么了？嘿嘿，让子弹飞一会，有场硬仗要打了。隔天，三金再次来到永昌公司。上次我没把条件说完，除了那2点之外，还有第3点。萧盟将建立堂主盟，所有入选的堂主此生都会得到萧盟的照顾，大概就是长老院之类。每年每名堂主将有1000万的薪酬。至于自己生意的收入，萧盟不管。三金直接把义安帮打散，12个堂主也给撸掉。三金先生，我们完全同意，但给我们点时间，因为牵扯的问题太多。是呀，义安帮的小弟太多了，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利益归属，倘若太操之过急，极易引发各种问题。多久能搞定？半个月。义安帮加入萧盟的消息瞬间传遍港岛，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帮派能够在这里一统江山，这让几位老江湖来顺势敲打萧盟。乌鸦，做人要讲究理、信、仁、义、智，出来混更要如此。骆驼不在了，你就马上另起炉灶；信在那，另起炉灶也行，但是把整个21K 带到别人的门下。义在那。几位老爷子，你们能来，我们萧盟热烈欢迎，但坐在萧盟的地盘说些不着边的话就不对了。哎呦，都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给你们每人发个红包，也算是尊老爱幼了。这是什么话？你把我们当成要饭的了？乌鸦，掀桌子。三金，你眼中还有尊卑吗？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你想干什么？老不死的东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来干嘛的，但是屁用没有，惹毛了老子把你们全家扔进海里喂鲨鱼。三金，你坏了港岛的规矩。港岛道上不成文的规矩是不准一家独大，我当然清楚，但老子就是一家独大怎么了？洪门还管不了我萧盟的事，除非他们有能力把老子干掉。这就是港岛为什么从来没有哪个帮派统一的原因，因为本土帮派全部起源于洪门。蒋天阳把义安帮给我，就是要坐实我统一港岛地下势力，把我跟他的矛盾变成我跟洪门的矛盾。真当老子不清楚？我既然敢这么做，就不在乎跟全球最大的黑帮来一场你死我亡的血拼。作为拥有好几百年历史的洪门，绝不允许失去港岛。我知道你们都是洪门的人，但做人都得有自知之明。乌鸦，送客，混账东西！我出来混的时候，你父亲恐怕都在撒尿和泥玩呢。出来混是会玩什么道德绑架？真以为你他妈德高望重？只是江湖人不愿与你一般见识。太叔、豪叔、黎叔怎么死的？他突发脑梗，心肌梗塞没带药。裤带姐，送几位叔伯回家，千万别磕着碰着。兄弟，洪门很恐怖，几百年传承下来，即便是国家对他们也要礼让3分。你真要跟他们开战？气氛都被烘托到这了，不开战能行吗？老曹，你对洪门了解的多吗？洪门100万帮众只是明面的数字，实际人数只会更多。他们早就不是单纯的黑帮了，培植了很多党派。除此之外，洪门人才济济，但凡有华人存在的地方，都有洪门的堂口。你觉得我该怎么办？谈判，最好的结果是得到洪门的认可，让他们把萧盟视为新的堂口。最坏的结果呢？孤身奋战，直到生死。洪门的影响力太大了，别看萧盟收了这么多帮派，只要洪门发话，基本上都得叛变。我们的人不会叛变吧？不会，大圈的人都是长在红旗下的，没有洪门这个概念。现在有多少人？不多，满打满算大概2000来人。一个团还不多，老子还从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。我是三金，洪门萧3000，有事。听说你自封为港岛的地下皇帝，名为暗皇，来送礼的吗？也算是送礼，约个地点。20分钟后旺角红漫酒吧见。我让人做好准备，不要轻举妄动，我先跟洪门谈，视结果而定。10多分钟后，三金来到红漫酒吧。
稍微有点弹性了，要继续努力。人家一直很努力，但您总是不来。这时一男一女走了进来，两人明显是练过的高手。暗黄3金，礼物呢？礼物就是允许你们萧盟存在。3金，你的选择不多，1周之内把港岛恢复成原状，萧盟可以被承认。诚意呢？我们能来跟你谈，就是最大的诚意。男人说话，女人别乱插嘴。女人直接拔刀，但孙银虎拔得更快。不是谁听到洪门就要尿裤子的，也不是谁见到你们洪门就得跪下磕头的，不要自视甚高。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条件，如果能接受，那咱们还有谈的余地。3金，洪门从不与人谈条件，只有你屈从我们的份，否则就等着100万洪门将你踏成肉泥。哼，你若敢动我，3金，你叫我干嘛？没得谈就得打，我这里没有不斩来使的说法。处理掉陈海。从红万酒吧出来，3金几人秘密来到一处岛屿，这里有300人在岛上封闭训练。最近我们要干一场硬仗，对手是传承数百年的洪门，只要干翻他们，我就带你们走向世界。几百人没有说话，全都散发着亢奋之色。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。秦王能打常规战吗？当然能打。师傅，你别看我平时愣了吧唧，但打起仗来贼精。你负责这些消盟的人？是。孙银虎，你带特种兵，能打杀特杀吗？能。3金回到萧盟，用萧3000的手机拨打了最近一个通话记录回去。3000死了，2个人都被我干掉了。开战吧！欢迎来港岛杀我，千万别让我失望。我是萧高明，萧3000是我儿子。实在不好意思了，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。3金，等死吧！晚上动手，义安帮堂主之上全部干掉。安排完老曹，3金叫来奈子。奈子，你还有钱吗？商会还有一笔储备金可以动用，大概10亿刀。一直用你的钱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奈子的都是老公的。如果我在骗你呢？那就请老公一直欺骗我，这样就算你骗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动备用金不是个小事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先把备用金转给我，然后我去你家向你父亲说明这件事。你愿意跟我回家？当然了，不管是咱们之间的关系，还是你投资的事，总得给你父亲一个说法。订机票，明天一早就去你家。谢谢老公。不带保镖，就咱俩。3金准备起跳了，正如从灰安到帝都，这才是他的战术风格。深夜屯门，义安帮几个堂主聚餐，突然几个蒙面人冲进来，对着屋内疯狂扫射。永昌公司处理完工作的阿耀刚到停车场，一枚火箭弹袭来，今夜义安帮12堂主外加大龙头红药全部被杀。反黑组黄甫仁连忙找到3金，是不是你做的？大晚上的跑我这发什么疯？义安帮所有老大全被枪杀，火箭筒都拿出来用了。我实在想不到在港岛还有谁能搞到这些武器。3金，我说过不准用枪，你这样让我太难做了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不去抓人跑我这里干嘛？化身猎犬咬我？3金，你不要太过分。黄色不要激动，否则我可以告你。我和3金先生整晚都在一起，还有第三者可以证明。奈子也从卧室出来，乖巧的站在一边。一天到晚就知道告，回去等我。黄色，你他妈这是第几次找我了？出了事不想办法解决问题，反而来找我，老子就算喂条狗也该养熟了。不想走光明大道就直接说，没人会勉强你。3金，恕我无法继续配合你。你是认真的？很认真，我不会让你把港岛搞乱。那请便吧。黄甫仁脸色难看的开车回总部，突然一辆货车撞了过来，将他连车碾成废铁。对待背叛零容忍是3金的准则。小水池，你一直在搜集我的犯罪证据，对吗？怎么可能？如果没有，你会直接说没有。当你用反问来回应的时候，就证明你很心虚。我人都是你的了，怎可能搜集你的证据？我不会背叛你的。黄色是我的人，刚刚死了。这是我对待叛徒的手段，所以只要你能一心一意跟着我，我保证你会成为港岛没人可以超越的律师。想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吗？不想。我是国内密安局成员，来到港岛执行任务，确保回归前的维稳工作。从建立萧盟开始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铲除意图破坏稳定的势力，以身入局。我们查过你，背景很干净，所以我愿意跟你坦诚相待，就看你是否选择跟我坦诚了。3金表明身份，他不想在离开前留下这个隐患。我承认在搜集你的犯罪证据。港岛地下皇帝、密安局科长、维稳卧底，我这辈子都没做过这种梦。这不是在做梦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把我家人送到帝都，买一套4合院。隔天，3金踏上了前往小日子的航班。奈子，到了地方之后你先回去，我得去趟别的地方。老公，你干嘛去？见你父亲很重要，我总得有拿得出手的项目才行。那好吧。可惜是个小日子，我和他最终不会有什么结果。数小时后，飞机抵达小日子，跟奈子告别。3金转身前往罗马国，因为洪门总部就在罗马。干掉负责东方的洪门龙头，这才叫开战。历时2天，3金终于抵达罗马。我的好兄弟弗雷德里克就是白令海盗。3金前往苏丹的时候，在金字塔国找他买的直升机。最近生意怎么样？一塌糊涂，公司那帮蠢货劫了我的货，还要老子给个说法，实在是焦头烂额。我给你转了1亿刀。我的好兄弟，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
支持你做大做强用的。航母的事我帮你联系了，要价11刀，但要价是要价，实际可以狠狠往下砍。二毛现在是个穷鬼，急需出售资产变现，价格不是主要问题。东方国想买航母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不管大毛还是山姆国都不允许把航母卖给东方。你放心，我正在想办法，过些天会专门拜访二毛国的海军司令。收了钱的弗雷德里克办事很靠谱。航母的视线放，我拜托你帮我查的人呢？黄先生表面是埃德尔公司董事长，但实际身份是鸿门的领袖之一。你确定要搞他？该不会不知道鸿门吧？武器呢？准备好了。其实你只需要1颗子弹就够了，因为你是神话。神话？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因为你在苏丹的那一枪，所有人都把你称为神话。全球狙击手排行榜，你在第3名。不要觉得第3名委屈，因为排在前2名的都是2战时期的狙击手，可能都已经死了。好吧，第3就第3，我出去转转。你该不会现在就去干活吧？后天晚上黄先生会参加慈善晚会，那才是最佳的动手时机。熟悉下地形，没准顺手就干掉了。我与全球第1黑帮开战，前往罗马刺杀鸿门领袖。嘿嘿，找到了，工作好认真，我喜欢你的工作态度。枪声随着钟声同时响起，被有效地掩盖住。埃德尔公司董事长被刺杀，警车、救护车都到了，许多华人也从各处赶来。师傅，我一定会为您报仇。巴雷特法器材武器，狙击点在南面11点钟方向塔楼，直线距离2300米，使用的子弹为12.8毫米口径穿甲爆破弹，弹道修正完美，利用钟声掩盖枪声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杀的人。是谁？神话目前在世界狙击手排行榜位列第3，前2位分别是白色死神跟黑暗幽灵。据我所知，神话是东方国人，手法完全一致，采用的枪支、弹药也如出一辙。我建议从钟楼开始查起，也许还能找到蛛丝马迹。等等，请问先生是谁？想打破神话的无名之辈。马阿呆，谢谢先生。三金笑了，他要的就是这声谢谢。另外一边，鸿门的人刚抵达港岛，就被秦王带人射杀在血泊中。港岛没有漏洞，任鸿门再强，人进不来，什么用都没有。辗转2天，三金再次来到小日子。老公，我好想你。我去，好气派，好有钱。见过佐藤先生。三金先生，小女顽劣，让你费心了。老爸，10亿。不如我直接把10亿给了三金。好呀。我这辈子做的投资，他是都不如我的女儿一次出手。奈子，待会爸爸有几个朋友要来，你去帮我招待一下。爸爸，我不喜欢。去吧，我跟你父亲有些事要谈。好吧。三金，奈子天真烂漫，生性善良，我希望她永远如此，更希望你能让她永远如此。佐藤先生放心，只要奈子在我身边，我会保护好她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我听说你前几天去了罗马国。没错，顺手杀了鸿门的黄先生。安阳侯死的不冤。其实我随时都可以弄死他，但是得把兜里的最后1块钱掏出来才行。我不是什么爱国者，也不是正义之士，就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，贪财好色。你打算如何处理跟奈子之间的关系？我的女人很多，但独爱奈子，主要得看佐藤先生希望奈子站在怎么样的位置，是继承佐藤家族，还是其他。不愧是我女儿看上的男人。佐藤先生，你想不想买核武器？核武器？对，不是战术核弹头，是战略核弹头。我暂时不敢保证能配上洲际导弹，但核弹头没问题。看着三金认真的表情，佐藤竟摘懵了。他要卖我核弹头，这是各生一人。为国买航母，推销核弹头，噱头足够大，黑吃黑才足够猛。会很，稍后有几个朋友拜访，三金先生一起参加如何？荣幸之至。来到宴会厅，三金看到了一位老熟人。三金，蒋先生，蒋先生跟三金认识，我跟三金先生在港岛是老朋友了，那可太巧了。蒋先生，你也认识佐藤先生？是啊，你怎么认识的？我睡了他闺女，家人都带来了。出来旅游肯定要带着家人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昨天刚来，其实前几天就已经出来了，先去了趟罗马国，杀了个鸿门大佬。黄先生是你杀的？蒋天养大惊失色，下意识就要离开。你要干嘛？放下枪，这里是佐藤先生的地方，不得乱来。放轻松，不要紧张，杀个人而已。我跟蒋先生是老朋友了，亲自送他上路有错吗？佐藤先生都没说话，你们这么多废话干嘛？佐藤先生，请您做主。佐藤先生，三金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。佐藤先生，这是我跟蒋天养之间的私人恩怨，他对我下达了江湖追杀令，而且杀死了21K 的骆驼，于私于江湖道义，我都该杀他。放屁，骆驼根本不是蒋先生杀的。反正已经不给佐藤先生面子了，那就全杀了吧。三金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些都是我的朋友，而你却杀了他们，把他给我拿下！几名保镖立刻冲了进来，都走开，不准动我老公！奈子，立刻出去！我不，这是我老公，你们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他。胡闹！这里有你什么事？先出去，我再跟你父亲谈话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奈子满脸委屈，只好无奈走人。我来了，
蒋天养刚好在，杀完人，奈子又刚好跑进来，佐藤先生差不多就行了，哪有那么多巧合？都退下。佐藤先生，感谢你为我送上的礼物。画画，你让我刮目相看，比我年轻的时候还要厉害。我只有奈子一个女儿，但我却有很多侄子。这份家业最终是要交到奈子手里的，但以她的性格根本守不住。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，她会被啃得连骨头渣都不剩。三金，你能保护奈子吗？假如有一天你真的不在了，我必然会为他遮风挡雨，顶住所有压力。除此之外，两人再没聊些别的。三金只要表现得足够贪财好色就够了。晚上，三金来到东方街，先生想吃点什么？萧高明先生在吗？我这里有他儿子的尸骨。店主一怔，立即打通了一个电话。5分钟后，一个面相孔武的中年人带着几名保镖走了进来。萧高明先生，是我儿子的尸骨在哪？有人让我带话，给了我一张字条，说交给你就能给我10万块。三金掏枪直接击毙萧高明，瞬间消失在人群中。隔天，上千洪门帮众将佐藤家团团围住。我是江红芳，昨夜我们萧爷遭到三金刺杀，根据凶手留下的痕迹，可以判断出就在你们佐藤家，还请佐藤先生行个方便，洪门黑一堂必有后报。三金是佐藤家的客人，你们不能动。佐藤先生，你的意思是没得谈了？带着上千人围住我的宅子，你是在跟我谈吗？我们能战死到最后一人，还请佐藤先生行个方便。上前洪门帮众齐刷刷拔出砍刀，指向天空。江先生，你们的后报是什么？我略施小计，让洪门与佐藤家开战。洪门大龙头与我之间的关系。老公，外面好多人都要杀你，怎么办？奈子，如果我跟你爸爸翻脸，你会选择谁？不会的，爸爸最爱我，他一定会帮你。我是说，假如真的到了该选择的时候，你总得做出个选择。奈子急哭了，她不知道该怎么选择。哭什么？你怎么选择我都不会责怪你，毕竟一面是你的父亲，一面是……话没说完，佐藤静斋带着保镖们持枪而入。看来你父亲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奈子，我爱你，所以不会怪你的。三金，黑一堂会为我征战3年，我给了你体面，那佐藤先生是否愿意给我体面？当然，你走出这里之后，我跟黑一堂的约定自动生效。至于你是死是活，跟我无关，所以不会把你捆住，而且我相信你也不会束手就擒，对吗？三金笑了，他就喜欢佐藤静斋这种一切以利益为主的人。在10多把手枪的威慑下，三金大步走出了佐藤家。江先生，人交给你了，记住我们的约定。我们弟子言出必行，3年之期必当履行。佐藤静斋转身进去，所有保镖也撤了回去。现在就杀吗？恐怕有些不妥。负责洪门整个东方区域的黄先生是我杀的，我就是神话。你们洪门在场的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是垃圾，就这还敢自称世界第一黑帮，笑死人了！你在用激将法？没错，不服就单挑。洪门没落到如此地步，还想管着各地的江湖，传出去不怕人笑话。激将法只对洪门管用，因为他执掌江湖道义。怎么不敢吗？洪门传承数百年，德性都扔了，来吧，上千把刀砍死我更完事的，不需要讲道理。多说无益，今天你必死无疑。不敢吗？100年洪门，100万帮众，原来靠的是嘴。既然如此，今天就用我三金的命揭开洪门虚伪的面纱。谁说不敢？我们洪门做事光明磊落，无人不服。既然你想领教，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哎呦，洪门还真有人站出来。既然如此，我就照顾下你们的情绪。洪门杜老九，请教了。话音落地，杜老九操刀重劈而来。就在刀光即将落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三金动了。垃圾就是垃圾，数百年洪门本该人才济济，可惜一招都撑不住，太让人失望了。下一个。接着洪门帮众一个接一个的上来，但又一个接一个死掉。不长的时间，三金身边就已经躺下10多具尸体。垃圾就是垃圾，洪门不过仗着人多势众罢了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洪门江红芳这么多人，也就你江红芳有点意思，让我休息会。车轮战不到1。三金一口气坐到地上，显得无比惬意。我用刀还是不太行，要是用枪的话，你们这些人都不够看的，信不信？江红芳没有说话，只是冷眼看着一个将死之人。行吧，既然不愿意用嘴聊天，那就用刀交流。江红芳，如果我赢了呢？你会被撕成碎片。你还是不够大气。如果换做我是你的话，你不是我。说得对，我不是你。下一秒，2把重刀凶悍无比的撞在一起，两人疯狂如野兽，瞬息间拼了数十刀。他爆发的差不多了，最多再来3刀就要到达临界点。一群傻叉。骂完，三金顺势踏上院墙，翻进院内。我操，跑路了！紧接着院内传来了阵阵枪声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三金再次跳上房梁。白痴们，来杀我呀！给我上！洪门帮上千人涌入，与佐藤家的保镖展开血拼，局面彻底失控。三金如果要跑，没人能拦得住，不跑就是要给佐藤静斋以及洪门好好上一课。此时，罗马国洪门总部几名区域负责人拿着三金的资料。卧底出身，从灰安开始做起，跟特种部队有密切关系，谁去做？我来吧。他的军事素养很强，并非普通人。一起，杀手配合佣兵才更有把握。2个大佬，一个掌握佣兵，一个掌握杀手，给港岛施加点压力，同时切断国际上对港岛的军火走私这一块。
我来吧。他的背后有东方国背景，我们需要予以尊重吗？无妨，为成气候未入流。好久没这么热闹了，记得当初还是惊鸿舞。他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仔细盯着三金的照片。都姓金。几位大佬彼此对视，拿着资料匆匆走出了会议室。很快，几人来到了一处郊区的别墅。有事，黄香主的死我们不确定是否能办，确切的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是凶手的资料，名字叫三金。中年人看着资料，眼神浮现出悲伤。秋寒要是没死的话，还有2个月就要过45岁生日了。20年前，他打电话告诉我升级当舅舅了，他孩子的名字就叫三金。如果没死的话，今年刚好20岁。说着，中年人脸上浮现出怒火。金鸿武害了我妹妹，害了我大外甥。这个三金的模样像极了我妹妹，眼神像极了金鸿武，但我大外甥已经死了，该怎样就怎样，哪怕他真的是我外甥，也得按照规矩办。是大龙头。待大佬们离开，中年人拨了一通电话出去。我就问你一句，我妹妹的孩子是否还活着？当然活着，你看到的三金就是你妹妹的儿子。最近风头很盛，先杀东方负责人黄耀，再杀黑翼堂主萧高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要怎么处理？是你在背后推波助澜？一点点而已，主要还是你的大外甥太凶，给他机会，连天王老子都敢杀。话说回来，你要秉公还是谋私？秉公处理，你的大外甥就真死了；谋私的话，你就得从大龙头的位置上下来。1周后，三金秘密带奈子潜逃回港岛。又多了一个，在你之前就睡了，不算多出来的。才多大的女孩，你也能下得去手？我没下手，没下手叫你老公。我很健康，不需要用手。又半个月过去，萧萌正式进驻永昌公司，意味着蒋天养义安帮的时代结束了。老公，舒姐好像怀孕了。怀孕了？我让舒锦姑姑怀孩子了。我知道了，凤仪，这个消息要保密。我是反黑组汤有禅，现怀疑你与多起谋杀案有关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我以暗皇的身份震慑港岛高层，夜袭港岛驻军库尔卡吕。我是反黑组汤有禅，现怀疑你与多起谋杀案有关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阿瑟，你们知道这是哪吗？信不信我告你们诽谤？乌鸦，如果你也想进去的话，里面的位置还有很多。马德，有证据就抓我，别这么多废话。抓人？汤有臣是吗？你们要抓的是我，跟其他人无关。你在讲义气吗？你的上一任好像出车祸了，反黑组组长不好做，所以我劝你也小心点，别突然出现个什么意外。你在威胁我？我没有威胁，只是阐述事实。乌鸦。不好意思，我袭警了。阿瑟，我投案自首，能不能判轻点？想在这里摆谱抓人，根本不可能，因为他面对的是港岛的地下皇帝。汤色拿着几张破文件就要抓我，你们警署里是有多好的茶要请我品尝？三金，我们各退一步。各退一步。小雅，袭警严重吗？很严重。你的人袭警，凭这一点就可以定你的罪，即便你有大律师。汤色，说话要注意，这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，这样污蔑我，小心我的律师告你。金总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我这次是请你前往警署协助调查，就算不给我面子，总得给鲍里斯处长一个面子吧。鲍里斯先生是港岛警务处长，这个职务是港岛阿瑟们的老大，被称为一哥。原来你背后是一哥呀，怪不得上来就敢这么嚣张。乌鸦，鲍里斯处长的面子我给了，这是为了给你个理由把我抓走，否则他们会把你们从顶楼扔下去，能理解吗？三金带着池雅前往警局，身后跟着萧萌所有的字头老大，在后面才是汤有臣这些阿瑟。感觉怎么样？太夸张了，从没见过。后悔跟我吗？我都被当成大嫂了，就算后悔也没用了吧？那就当好大嫂。来到警务署，鲍里斯亲自接待。三金先生，我是鲍里斯。在公司没抽你，是因为给鲍里斯处长面子，所以在这里抽你，服不服？服了。鲍里斯处长，不好意思，我在这里打了你的狗，违法吗？小雅，我的行为到底违法不违法？根据香港法律，这属于妨碍公务罪，要被判20年。我会被判20年，起码20年，而且不准假释。不，这怎么能是犯罪？只是私人之间的摩擦而已，绝对跟犯罪无关。我的律师是最专业的。亲爱的三金先生，这件事的确是私人摩擦，我可以作证。鲍里斯在心中疯狂骂娘，恨不得把汤有臣宰了喂狗。现在不是港岛这边找自己问罪了，不列颠的内阁都已经打电话过来，我这个处长怕是做到头了。既然鲍里斯处长说是摩擦，那就是摩擦。但既然把我抓进来了，就证明肯定有问题。为了不让您难做，我一定配合待够48小时。我能问一下，是谁让你抓我的？三金先生，您是否得罪过自由民主盟？自由民主盟？这是不列颠的执政派之一，里面有很多华裔。果然如此，洪门出手了。我很清楚三金先生的人品，乔治王子一直对您赞不绝口。乔治王子？没错，乔治王子他刚刚还给我打电话，他有一位女儿，是最受女王宠爱的玛格丽公主。我出去打个电话。
话。走出审讯室，三金打给了在不列颠读书的林之涵。韩宝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让你去不列颠好好读书，不要装傻，否则我会很生气。是玛格丽把你当成偶像了。三金，我是玛格丽，我好崇拜你。你什么时候能来不列颠？玛格丽公主，我不是传奇，只是善于创造传奇。半小时后，围着警署的人开始散去，三金的肌肉秀完了。三金先生，我估计很快就要调回国，看在朋友的份上，能否让我平平安安度过？放心吧，朋友，我是个合法的生意人，也不喜欢招惹是非。对了，明天晚上有一个慈善晚会，参加晚会的全是港岛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我觉得你应该去一趟。我喜欢做慈善，一定准时参加。隔天，各大头条报道了三金如何走进警署，又如何潇洒地离开。我以暗黄的身份秀了肌肉，让很多高层不满。很明显，港岛的警力不足以压制我，但港岛还有驻军库尔卡旅。三金眯起眼睛，身上散发出独有的血性。说是2个库尔卡旅，实则只是2个库尔卡步兵营，分别驻扎在2个岛屿上。港岛一定会动我，确切的说是背后的不列颠一定会动我。他们不允许权力遭到挑衅，尤其在洪门的介入下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将要面对库尔卡营的攻击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他们最多3天就会采取行动。而在这之前，港岛方面会最大程度放出烟雾弹，用来迷惑我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玩个野的。什么野的？摸银。果然野。师傅，你总算靠谱一次。秦王孙银虎到，今晚对库尔卡营实施侦查。三金对待江湖实施降维打击，对待军事行动更是游刃有余。晚上，三金携关美人盛装出席慈善晚会。三金先生，请问您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晚会？三金先生，关美人与您什么关系？我喜欢做慈善，因为它让我快乐。某海域，一艘快艇浮在海平面上，轻轻晃动。孙银虎，你怎么还带了狙击枪？摸银，师傅是让咱侦查，万一他自己摸银怎么办？师傅浑身800个心眼子，你信他会带咱们摸银？侦查完了，情报到手了，他自己快活去了，咱俩咋办？可师傅给咱俩的任务是侦查，你他妈别装了，腿下面是什么？嘿嘿，被你发现了。其实我还是信任师傅的。师傅说等一等，意思就是观察观察。师傅说观察的时候，意思就是务必完成侦查。当师傅说侦查的时候，肯定就是让咱俩摸银。师傅这个人哪都好，就喜欢说半截话。库尔卡营地，一名哨兵被肖英狙击倒，秦王慢慢将他放在了地上。另外一边，慈善晚会接近尾声，鲍里斯接了个电话，突然面色大变。三金先生，出大事了！为了与不列颠顺利谈判，我灭了库尔卡旅一整个营。三金先生，出大事了！什么大事？我敢保证肖蒙没有动作，我答应过你不会搞事的。不是治安的事，库尔卡驻军一个营被端了，驻点所在地几乎被夷为平地。我只是让秦王他们去侦查，没让他们摸营啊。三金急忙赶回永昌，看到秦王2人正在悠闲地喝8+1。师傅，侦查完毕，库尔卡营共有暗哨4组，每组8名哨兵，分散在岛屿周边，火力配置为标准配备。侦查得很清楚，但是你们侦查的库尔卡营被端了，驻地被夷为平地，谁端的？这不是截老子的胡吗？我他妈过去侦查一遍容易吗？难道还有别人插手？库尔卡的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，能把他们驻地夷为平地，起码得1个连才能做到，而且得有火炮支援。没错，我跟孙银虎侦查之后，发现这支库尔卡营有着相当的作战经验，本身就是雇佣兵的存在。秦王说的对，他们的作战能力超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第三方到底是个怎样的组织？我们不得不防。2个战争分子一唱一和，演起了双簧。你们觉得我傻吗？师傅，这说的啥话？您要是傻的话，世界上就没有金的人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我师傅的作战能力天下无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第三方是谁 ？C4 好用吗？好用，太好用了！这玩意方便携带，威力。师傅，你打算用 C4 魔营？我摸你妹！让你们去侦查，你们直接把人给端了，谁给你们的狗胆？我摸库尔卡营是有计划的，需要掌控时间节点，当不列颠动用库尔卡营的时候再打过去，这才是我要的效果。你们直接给端了，万一不列颠那边增兵怎么办？到时候还怎么玩？库尔卡营是我们俩端的，你想咋办吧？就地枪决还是怎么着？随便你。枪毙吧！是我们没执行命令，我秦王要是皱一下眉头，就不是你三金的徒弟。马德，给老子跪下！下一秒，三金对2人一顿暴揍。一顿毒打下来之后，2人终于老实了。这件事很麻烦，也许会导致咱们所有的努力前功尽弃。反正是都做了，要不把另一个库尔卡营也给端了？反正都是彰显武力，既然很麻烦，就让他更麻烦。滚！好嘞。鲍里斯先生，三金，我这里焦头烂额。我得到了个消息，跟库尔卡营事件有关。EO 做的，我在境外有些朋友，他们给我的消息，可以肯定就是 EO 做的。消息可靠，消息来源没问题，可靠度也很高，据说是2个人做的。感谢三金先生。不客气，不得不说库尔卡营实在太差劲了。三金祸水东引的说辞，鲍里斯根本不会信。三金拿出说法，就等同于间接承认这个事就是他做的。接下来就看港岛跟不列颠的反应了。平静了2天，三金接到鲍里斯的电话。暗黄先生，不知你现在有没有时间？当然有时间。国内有人想跟你聊一聊。大人物，
鲍里斯，你该不会坑我吧？你清楚的，我虽然是个合法的生意人，但是被很多人误会为黑社会。当然不会，2个小时后维多利亚港见。三金大概能猜出对方要谈什么，自己的卧底任务终于要有实质性进展了。2小时后，三金登上了一艘赌船。看来这位大人物很神秘。真正的大人物当然神秘。欢迎你，暗黄先生。早就听说过暗黄先生的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这位是不列颠远洋商会劳伦斯男爵，这位是汉克斯议员。大人物呢？稍后就来，不如您先玩狼吧。我没带钱。您有1个亿的筹码可以免费使用。那就谢谢你们的款待了。只要暗黄先生满意就行。来到大厅，三金的目光所及之下，全是世界各地的美女。这才是人生啊！几小时后，最顶层的一间船舱，几个不列颠的绅士盯着监控里的三金。这是个色中恶鬼吗？马德，他已经享受8个嫩模了。这就是大人物，不列颠埃塞尔伍德议长。埃塞尔伍德议长，行动已经开启，库尔卡第34营将直接参与行动，对肖蒙主要成员实施抓捕。过了今夜，肖蒙将彻底瓦解。议长先生，请放心，暗黄已在船上，肖蒙群龙无首。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暗黄？暗黄的影响力太大，他可以瞬间让港岛陷入混乱，形成民意的抵制，但必须得在我们授意下进行，武力上完成征服。暗黄就只能接受我们的安排。从始至终，不列颠做出的动作都想让港岛依旧处于他们的掌控中。另外一边，秦王站在海滩，盯着远处航行而来的船只。各单位注意，库尔喀的猴崽子们到了，准备发射。一声令下，无数火箭弹倾巢而出，瞬间照亮了港岛的夜空。近300人的库尔喀营还没上岸就遭到了致命的狙击。老曹，动手！今夜整个港岛都陷入了混乱，各种械斗、打砸充斥着港岛的每一个角落。让交通组、重案组全给我顶上！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方法，必须保证稳定。已经全顶上了，要不要请求出动驻军？不能动用驻军。不好了，警署起火了，一堆小混混往里面扔燃烧片，快派人返回，守住警署。而三金却在船上潇洒地度过了一夜。劳伦斯男爵，这么早找我什么事？早晨，鲍里斯处长打电话向您问候，并且带来了更不好的消息。不好的消息就不用说了，船上不提岸上事，你让我休息一会行吗？这件事关乎到肖蒙，就算现在肖蒙毁灭了，我也得好好睡个觉。劳伦斯男爵，你得体谅体谅我。昨天我玩了16个。暗黄先生，大人物还有1个小时就到了。这么快就坐不住了？我刚看好2个妞，1个小时足够了。马德，这个家伙简直是色中恶鬼。恕我直言，好色之徒有很多，但我从未发现如他一样饥渴的。但我们喜欢这种贪财好色之辈，不是吗？这倒也是。3个小时后，三金被带到顶层的一处船舱。暗黄先生，这位是埃塞尔伍德议长。埃塞尔伍德议长，你好，您现在是否为一些事而苦恼？或许我能帮您分忧解难。怎么帮我分忧解难？库尔喀营就像2个柔嫩的妹子，我还没怎么着呢就完死了。听说不列颠有更好的妹子，一个叫 SAS 特种空勤团，另一个叫 SBS 特别舟艇部队。我觉得这俩妞耐玩点，不如您让这俩妞过来陪我，等我把她们玩死之后，咱们再谈。你很自信，我只是亡命之徒罢了。眼睛里除了钱就是女人，谁能给我更多，我就帮谁干活。当所有人以为我是黑社会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组建了雇佣兵，并且打出了零伤亡全歼的战绩。虽然我在这里承受不同美女的摧残，但清楚库尔喀34营绝对已经全军覆没，否则您不会来找我。埃塞尔伍德议长，我们应该坦诚相待，毕竟大家都不愿失去港岛。埃塞尔伍德沉默了，三金又多了一层身份，雇佣兵团首领，并且零伤亡的干掉了2个库尔喀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议长阁下觉得我有多大价值，或者说灭掉我得付出什么代价？我亲手做的 C4 口香糖，要不要尝尝？疯子有疯子的玩法，我有我的玩法，让我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。双方彼此不断进行试探，讨价还价，谈了将近3个小时还没结束。你们给的太少了。简单来说，港岛正处于最关键时期，你们认为我有价值，内地同样认为我有价值，他们承诺的更多。记住，现在乱的只是港岛的最底层，当富豪圈层开始乱起来的时候，就没有这么公道的价格了。暗黄先生，我倒是有个好法子，两全其美。干掉我是最好的法子，但这也是最难的方式。真当我一个人就来了，不做好万全准备，我怎可能单枪匹马来到船上？从前我的命贱，但现在的命很贵重。留下这句话，三金结束了这场谈判。另外一边，港岛某富豪别墅，10几名暴徒冲进来打砸，随手乱扔燃烧瓶。你们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我每年纳这么多税，养的就是你们这群白痴吗？一群饭桶！你们到底有没有本事搞好治安？鲍里斯的手机就没停过，全是富豪们的质问。林爵士，请放心，我们正在抓捕暴徒。许绅士，我们一定会竭力保证您和您家人的安全，请放心吧。乱底层是提醒，乱上层才真正让人慌乱。没多久，不列颠议长再次邀请三金谈判，这次的谈判很顺利。埃塞尔伍德重新审视了三金的身份。暗黄先生，这份协议书规定好了，这玩意没用，保障不了契约精神。你们不想失去港岛，我也不想失去，这里遍地是财富，只要有我在，港岛不会再乱了。只要你们履行承诺，我将全力配合，让地下势力为你们所用。当然，我想等你上岸之后，就会看到账户里躺着一串零。
上岸后，三金打给了内地的李国华。老李，我已经在港岛成功站稳脚跟，你都不知道这一路走来有多艰辛，说多了全是泪。港岛地下皇帝，萧盟大龙头，魔鬼训练营实际掌控人，的确很辛苦，但你惹的事也太大了吧？都是为了任务，哪怕我跟女人上床，心中想的也是任务。说了你可能不信，做那种事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只有为国争光4个大字。简单向你汇报一下，不列颠收买了我，估摸着得进行一连串的动作。好意朝向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三金，你总能给人意外惊喜，但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。既然大局已定，你可以先回国内避避风头。闻言，三金皱起眉头，感觉有些不太对劲。这是要卸磨杀驴？舒老爷子身死，国内局势突变，洪门舅舅派大表哥来暗杀我。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既然大局已定，可以先回国内避避风头。这是要卸磨杀驴？老李，我要现在回去的话，这边没人接手。再说了，任务还没完成，跑回国算啥事？我们可以派人接手。三金，你不要误会，这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。你该清楚洪门的恐怖，也只有在国内才能暂时避开。届时我们将跟洪门进行沟通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就等着港岛顺利回家吧。你必须得回来，为了你的安全。回去是不可能的，谁影响我进步都不行。老李，你知道我的性格，既然把这个活接了，就得一口气做到底。想让我回去也行，派人来抓，但不是我吹牛，密安局那点本事还真抓不了我。挂了，到了下阶段再给你汇报。可能帝都有变，币安局有变，老李是韩总的亲信，绝对不可能卖我。他这是让我千万别回去。你们也听到了，三金根本不愿回来，对他来说，卧底事业就是生命的全部。老李，对待违抗命令的人应该怎么做？抓捕。但我觉得三金并非违抗命令，他只是想把祖国交给他的任务圆满完成罢了，而且进行的相当不错。抗命就是抗命，没有这么多说法。密安局抓不住他，三金还是龙焰特种部队的人，但按照规矩，能抓他的人只有龙焰。李国华直接把皮球踢到了龙焰那边。此时三金接到了舒锦的电话，老公，我父亲去世了。原来是舒老爷子走了，帝都才出现了一系列变化。老婆，节哀。我想回帝都，我很想带你回去，但是不行。从前我没有任何软肋，现在有了。如果你回去之后被控制住，我只能任由其摆布，最终很有可能咱们一家3口重蹈覆辙。我只是想回去送送父亲。邱老师，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吗？但只要回去，大概率会被控制住。我就是听到这个消息有点太激动了。正常，乖乖的等我回去好吗？舒老去世，引发了暗流涌动。当年舒老知道金鸿武很多事，一旦离世，就没人能压得住了。南哥，内地局势怎样？你父亲没问题吧？暂时没问题。你也知道舒老去世了，刚知道。待在港岛别回来，不管任何人让你回来，都别搭理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今天汇报了工作，李国华让我回国。老李没问题，我知道你在国内悠着点。回到家，三金找到眼睛红肿的舒锦。老公，你还记得我父亲送你的箱子吗？我仔细辨别了出生纸和这张纸上的数字，发现它们背面有规律。故意整出不规则的数字，把人的思维引向各种解密，而真正的东西却藏在出生纸中。谁写的出生纸就是谁写的数字，找到这个人就揭开谜底了。我整理出来了5个数字，依次排列是21525。电话号码是电话号码。最早的时候，国内电话都是5位制，打还是不打？打一个试试。很多5位的号码已经没了，存在的基本上都在各个重点单位或者是内线红色电话。三金拿起手机拨打号码，但怎么都打不通。此时，远在帝都的郊区农舍里，一位老人颤颤巍巍地拿出电话，沉寂多年的电话终于响了。3天后，云县红岭镇见。你是谁？525。接到电话，三金欣喜若狂。我父亲在这个庞大体系中担负着怎样的角色？去红岭镇就全知道了。突然，三金眯起眼睛，扶住舒锦后仰。白灼、黑芒，保护好他们。不到10分钟，三金就来到狙击手所在的位置。7.62毫米口径狙击弹。突然一个黑影闪过，三金慢慢后撤，并没有上前追击。这就跑了，果然厉害，白费了我一番心意。那就再勾引你一次。狙击手再以猎物的身份出现，可惜三金并没有上当。跟谁学的以猎物的身份出现的？三金看似后退，实则直接来到了对方的第2狙击点。千万别开枪，咱俩是老表，有话好好说。哼，我跟全国所有人都是老表。我真是你失散多年的大表哥，跟别的老表不一样。杀人很简单，但是三金没有杀大表哥。别打了，我真是你大表哥。我爸叫邱衍，我叫邱阳，我亲姑姑叫邱涵，我亲姑父叫金鸿武。你是我失散多年的大表弟，我就没想杀你，否则绝不会采取狙杀。下毒不是比狙杀方便得多。我爸是你舅，亲大舅，你把老黄跟肖高明给杀了，肯定不能善罢甘休，所以针对你实行了刺杀。但咱们才是一家人，你把我绑了，就能跟你大舅谈条件了，也能堵住别人的嘴，针对你的刺杀也就可以停下了。你听到没？我问你听到没？别再抽我了，我是来帮你的，你不能满身反骨啊！三金皱起眉头，他还真不知道自己母亲的身世。表弟接电话，让我老子，也就是你大舅跟你说。
孩子，我是秋野，你母亲的亲哥哥，也是现任洪门大龙头，是吗？具体事情你可以询问秋阳，相信你能做出判断。宣布秋阳在你手中，我这边才能停止对你实施的动作。不用停止对我的刺杀，我陪你们洪门好好玩，看看世界第一帮派到底有多厉害。淑锦怀孕了，一句话让三金见识到了洪门强大无比的情报能力。如果这是威胁的话，我会亲手干掉他。女人对我来说就是衣服，哪怕喜欢到舍不得脱，可该扔的时候还得扔。没有威胁的意思，只是想证明我的身份。如果你不是我妹妹的孩子，有意义吗？我的女人你都可以动，该杀就杀，看看能不能吓到我。但是在动手之前，先考虑好后果。我疯起来连自己都怕。挂断电话，三金脸色很不好看。港岛的别墅早就暴露了，淑锦他们也都暴露了。表弟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咱们就是亲的老表，绝对没得说。既然你爸将你压在我这，那就跟我走，把你知道的全都告诉我。没问题，我把你在罗马国的朋友也带来了，就是那个绝火商。三金一怔，感觉这家伙真有点像表哥了。没多久，三金将两人带到了鸭寮街的一处麻将馆。我的好兄弟，他们竟然敢打你！本来没打我，我说认识你之后，他们才打的我。秋阳，你爹啥意思？有人逼宫，不得已而为。洪门这么大，分支很多，虽然表面上都要听从咱们这一支的号令，但事实上已经分成了好几部分。怎么说？你杀了老黄跟黑衣堂的老肖，洪门不可能不杀你。可问题来了，你竟然是我爸13多年的亲外甥，他怎可能杀死妹妹唯一的孩子？然而这个时候有人逼宫，就问你舅，也就是我老子该怎么办？按规矩办谁都没话说，徇私的话就得让出大龙头的位置。你是被人一手推着往前走的，弄得我爸也没法子，只能把我送过来压着，暂时缓解各方面的压力。大表哥很实在，把知道的都说了。表弟，有大秘密吗？谁在后面推波助澜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得看是谁让你干的这个事。表弟，叫俩大秘密呀！三金开始认真思索起来。蒋天养利用金盆洗手，把跟我的矛盾转嫁到洪门身上，这么大胆的决定，肯定不是蒋天养想到的。那么背后必然有人在推动，可再推动也判断不了我要杀黄先生。小三金突然想到了这个字和卧底在自己身边的江七。马德遇到高手了。什么高手？大智若妖。大智若妖李红鱼。谁？洪门分列为黑旗、红旗、赤旗、白旗跟绿旗。李红鱼是红旗的智力天花板，被称为大智若妖。红旗这一支主要在国内活动比较多，一直都想争夺名义上的大龙头。表弟你可得悠着点，对上李红鱼的话，稍不留意就得吃大亏。这小妞能把人算死？李红鱼是小妞，年龄应该跟你差不多。别人家小姑娘3岁琢磨着漂亮裙子，李红鱼3岁开始下围棋，7岁跟国手交锋不败，10岁熟读各种史书，14岁考上常青藤名校，上了半年就退学了。按照他的说法是已经学完了，继续待着毫无意义。漂亮吗？表弟呀，上帝给你开了一扇窗，就会为你关上一扇门。比如你女人这么多，能满足吗？能，这都能。我一次起码30分钟，我一般70分钟。妈的，太气人了！洪门不会再刺杀我了吧？我都被压着了，哪个不长眼的还要杀你？你表哥我好歹也是洪门太子爷。好，我给你找10个大秘密。还是表弟好，以后跟你混了。大表哥的身份没问题，意味着洪门的暗杀会暂时停下。我的好兄弟，航母的事我已经谈妥了中间人，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，完全可以搞定。当然了，主要是价钱的问题，我初步估算大概在1亿刀左右，这点钱对你来说当然不是问题，但你如果以东方人的身份购买的话，恐怕很难买到。都可以谈，2毛需要钱，每一个金属的环节都喜欢钱，看在钱的份上，他们会为我出谋划策。没错，就是钱的问题。半个月后陪我去谈谈。我这就来。海边码头，10来个全副武装的身影盯着三金，将他所有的退路封死。三金，我们回去，都是兄弟，我们不想动手。我秘密潜回内地调查身世之谜，立志加入大夏智囊团。三金，跟我们回去吧，都是兄弟，我们不想动手。你该明白规矩的，哪个部队的人出了问题，哪个部队人负责处理，周围的都是你徒弟，我也是你结拜大哥，都不想动手。你放心，回去之后我们会全力保你。我还以为你电话找我喝酒呢，老杜，你太让我寒心了。理解万岁吧，队长，别逼我动手。秦王孙银虎归队。抓师傅总得有个理由，否则我不服。身为龙焰的人，我孙银虎当然要服从命令，但是绝不盲从于命令。执行命令。三金叹了口气，刚往前走2步，杜连成直接惨叫一声晕倒在地。送兵就送兵，搞这么复杂干嘛？你这演技也有点太差了吧？杜连成躺在地上装死，顺手拨通了吴老总的电话。干爹，要不说您最疼我呢，换个人都不行。派来了14个人，加上秦王他们，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战术小组。你的黑色通缉令马上就下来了，好自为之。15个，你不散人，给老子回来！你让我玩2天行不行？所有人集合，从现在开始我将行使指挥权，跟着秦王喝酒去。别他妈装死了，没人了。
没人了。什么局？航母的事要尽快，其次就是苏丹准军事基地。别以为老总和蔼可亲，他是真正的战争狂人，想要的不止一个准军事基地。吴老总还要求我干嘛？其他的自由发挥。他说你能把握住，就是借战略格局而言，老总说你比他强的太多。转告老总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安排好杜连城、三金秘密赶回内地，没人知道他离开了，就连秦王孙银虎都被蒙在鼓里。红岭镇是个穷地方，三金刚到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金科长您来了，您就是在易容，也掩盖不住可知日月的潇洒倜傥。别人帅的明显，您帅的是内在，模样可以掩饰，但其次根本掩盖不了。马德，老子画成这样你都能认出来？我的金总啊，别开枪，我是友人，不是敌人。525，我是来接你的人。说说吧，周围埋伏了多少人？是要把我搞死呢，还是要秘密逮捕？金爷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得多少人才能埋伏到您呀？谁不知道您是当时战神？别说几个臭鱼烂虾了，就算调来一支整编师，看到您也只能望洋兴叹。恕我直言，整个帝都的人都在传民族兴亡全看金爷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很多人这样说的。朱胖子直接开启拍马屁模式。你跟525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不然我待在密安局干嘛？我老周也是好脸的人，金爷，我好歹也是读书人。读过什么书？金瓶梅什么的。好好说话。嘿嘿，那咱们走。经过1个小时的车程，三金来到一处祠堂。371539，没错没错。老人家，您到底是谁？525又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个等电话的人。525是当年你父亲用于监控、掌控民间组织的队伍。帮派吗？帮派只是极小的一部分，它涵盖很多行业，包括许多能人异士，散落在每一个角落。也就是因为其分散，所以525最终得到了保存。说到底，525其实是一支藏在民间的情报系统。其他的都是国家的，但525是你们家的。你父亲早就预感到会出问题，所以提前着手打造525，可最终还是出事了。老人家，这是钥匙，去邱家找到你母亲的保险箱，就能拿到525所有的资料。不管有任何事，都可以交给我儿子办。朱科长是您儿子？老人点点头，示意三金离开。我的任务终于结束了。枪声响起，三金身体一震，朱科长朝祠堂的方向长跪不起。我从小就很少见我爸，直到进入密安局之后才知道他住在哪，也就是那个时候，他才跟我说起一些东西。隐姓埋名，死守着秘密，等到把秘密交给该知道的人之后，就是永远离开的时候。这算什么？死士？干情报这一行就是这样，该你死的时候，必须毫不犹豫选择去死。好在我爸他等到你了，要是病死在床上，他死都不带瞑目的。我爸是不是还挺让人骄傲的？是，必须是，这才是情报员该有的风骨。帝都所有的关系网我都准备好了，您什么时候需要？听到这话，三金很是惊讶。我在帝都就是为了收集这些资料，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暂时不需要，你继续做好朱科长。好，你的资料里有洪门红旗吗破晓组织，红旗的骨干力量背后是很多大员，甚至说最厉害的一个进入了智囊团，影响力非常大。知道李红鱼吗？阿兹若妖李红鱼这个小姑娘相当厉害，她可能会成为第2个进入智囊团的人。知道她住在哪吗？知道，俺是进不去，这种级别的人都是被国家保护的。智囊团相当于一个国家的智慧库。金爷，你想睡李红鱼？这种女人谁不想睡？我有法子。什么办法？负责保护智囊团的是龙鳞部队，只要你能进入龙鳞，就有机会接触到智囊团，也包括李红鱼。果然如此，江七就是龙鳞部队出来的，同时又是破晓的人。算了，暂时我不会挑起国内的矛盾，重心先放在外面。攘内必先安外。金爷，您这个格局太大了。打住！金爷，我能认你当干爹吗？说错了，是让我儿子认你当干爹。您看行不行？别看我长得丑，但我儿子挺帅的。太行了，你这么厉害，我干儿子绝对青出于蓝。朱胖子需要得到信任，三金也需要他的绝对忠诚。胖哥，达到怎样的标准才能被智囊团吸纳？很难，起码得具备长远的目光，军事方面以及经济方面得能做出预测以及实操。现价，你想进智囊团？有这个想法，破晓已经站在山巅之上，想跟他们抗衡太难了。与他们为敌，很可能就是与智囊团为敌，毫无胜算。这倒是，智囊团掌握的资源太多，为了睡李红鱼，我觉得进入智囊团是个不错的想法。现价牛叉，去帝都。你疯了！据我所知，对你的黑色通缉令很快就会下达，现在去帝都就是找死。放心吧，有人保我。混到这个程度，老子要是没几张底牌，早就被弄死了。现价，你现在该做的是在外面攒够资本，然后再转向国内，不要冲动啊！我就是要去秘密见一见我干爹吴老总。见吴老总的是由朱胖子安排，地点就在他家里，是都安排好了。吴老总晚上9点过来。好，你出去吧，我写点东西。三金根据前世记忆开始整理起了货币战争的资料。93年，外资对暹罗国证券的投资为30多亿刀，94到95年上升至60多亿刀。从房地产市场看，预计96
1996年，房地产泡沫破灭，造成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经营状况恶化。预计6月底，暹罗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达到1兆8000亿左右暹罗珠，不良资产率达到35%左右。晚上9点，干爹吴老总来了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想你了呗。胡闹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干爹，我想进国家智囊团，能带我见国家智囊团金融方面的负责人吗？我这里有一份未来2年的货币战争推演。吴老总心中满是震惊，表示他对货币战争不是很了解，但以他的战略眼光来看，无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。我会转交给庞院士。嘿嘿，谢谢干爹。你小子，对了，我女儿你乔楚姐马上就要毕业了，一直想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？做金融的话，肯定要去港岛。要是乔楚姐愿意的话，我就能安排。这我就放心了，你们年龄相仿，更好沟通。还有你父亲的事，这是一桩悬案。假如有一天查清楚了，你需要做的是斩尽杀绝。我明白，但不能扔掉忠诚，因为这是你父亲被打下来的江山。干爹，请放心。好，国际局势复杂多变，你身上的担子很重，不管怎样都要活着回来。放心吧，干爹，国内我玩不转，国外还玩不转吗？晚上11点，三金离开帝都，连夜返回港岛。吴老总也没回家，直接找到了智囊团负责金融领域的庞院士。吴老总，这是谁写的？这份东西有问题吗？有大问题。以战争的角度推演金融风暴，仿佛经历过一样。如果真的是这种走势，那就有大问题了。我做过推演，但只推演出会发生金融危机，但是没有推演这么深。这是个天才，他对货币的理解超越所有人。人在哪？我要见他。这种能力有机会进入国家智囊吗？绝对没问题。这个天才的视角太超前了。人在哪？赶紧给我把人找来，我要跟他彻夜深谈。先保密。消失了4天，三金终于回到港岛。老大，你怎么来了？送妞。老大，那个大表哥到底是谁？每天让我送妞，我都他妈快成妈咪了。淡定，让你送妞你就送，尽量满足他。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洪门太子爷。我操！我就觉得太子爷不一般，每次都能挑出最好的妞。老大，我去帮太子爷找妞了。别找妞了，最近准备做事。砍谁？濠江那里的赌场似乎很来钱。为了得到母亲的遗物，我跟随大表哥前往罗马国。最近准备做事。砍谁？濠江那里的赌场似乎很来钱。没错，濠江遍地黄金。既然遍地是黄金，那就去抢。乌鸦，别让我失望。老大，等我好消息吧。濠江肯定要拿，那里拥有恐怖的现金流。当三金找到秋阳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消瘦了一圈。你他妈疯了，不知道节制。大表弟，我是被你绑架的，就得做好死在这里的觉悟啊！准备一下，后天送你回去，再让你继续待着，你就自己把自己撕票了。啊！只要我回去，洪门马上会继续刺杀你。表弟，老黄而已，负责这边的事，早就跟红旗这一堂勾勾搭搭，就是一直没机会收拾他。至于萧高明，什么玩意，在小日子搞了个黑一堂，就他妈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好处理吗？有人逼宫，总得给个交代。你当你大就是真货吗？放心吧，我老子不是省油的灯，他玩赢的比谁都狠。有没有我狠？这个如果让我爸从头做起，他未必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做到你现在的地步。可想而知你的手段得有多狠。其实我爸不让我来，你也能搞定。估计你会直接杀小红门总部，把你亲舅舅给崩了。怎么会？必然会。狙击界的神话，3个人跑到非南端调EO总部，这种疯魔的事也只有你能做出来。常规操作，在你眼中是疯魔，对我来说再正常不过。明天去罗马国，我要见你父亲。真回去？我要取回我妈的东西，顺便跟你爸谈谈洪门的事。谈什么事？我需要洪门对我无条件支持，作为回报，将帮助你父亲完成对洪门的收拢。洪门分布在全球任何角落，这本身就是一支强悍无比的力量。大表哥，上阵父子兵，你以后也是要继承洪门的，总得有兄弟在旁边扶着你。怎么感觉有一种阴谋的味道？安排完秋阳，三金回到办公室。金营，你要的人找到了。张子豪，金爷，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？你是个人才，所以我打算给你个机会。我就是个小贼，不能为您做什么。港岛富豪这么多，随便绑一个都是大忌。我支持你对这些富豪实施绑架，而且会给你他们的出行资料以及资产状况。我已经洗手不干了。是吗？既然洗手不干了，还要那双手干嘛？话音落下，裤带杰掏出大砍刀，按住张子豪的手臂。金爷，我错了，您说什么我都干。你有2个儿子，父母还健在，我不是心狠手辣的人，从来不做灭人满门的事。在您面前，我跟蝼蚁一样，生杀都由您来决定。好了，咱们接着谈正事。你早就想绑架港岛的富豪了，我给你创造最好的机会。至于绑架勒索的赎金，我1分不要，都是你们的。但是有一点，按照我说的去绑，保证让你赚得盆满钵满，几辈子都挥霍不完。搞定张子豪，三金来到魔鬼训练营的小岛，招待的如何了？按照最高规格，这几个小日子在里面爽翻天了。回头多给妹子点钱。来到别墅，几个小日子还在喝酒作乐。一郎先生，
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，就不废话了。你们是佐藤家的人，但不管地位还是待遇，似乎都不怎么样。佐藤一郎是佐藤家族的旁支，不处于权力的核心。三井先生，我清楚，佐藤静斋是个独裁者，他喜欢把所有的一切掌控在自己手中。而事实上，佐藤家之所以能走到现在，跟各位的努力分不开。佐藤静斋如果没有诸位的辅助，走不了这么远。三井先生睿智，佐藤家族的崛起根本不是佐藤静斋一个人的力量，而是全家族的力量。但我们得到的太少。佐藤静斋连奈子都不管了，更何况你们？不管我还是奈子小姐，对你们的遭遇都感觉到不公。感谢三井先生和奈子小姐理解。佐藤家族的财富是佐藤家每一个人的，而不是某一个人的。有没有兴趣听我讲一个故事？三井先生，请说。三金绘声绘色地讲起了古代皇权的故事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佐藤家内乱。安排好一切，三金再次来到罗马国。表弟，来看你舅舅就提个水果篮，这是正经的水果篮。难道还有不正经的？一般情况下，我送别人水果篮都会在下面铺一层 C4 炸药，但这个水果篮没有 C4，这代表着信任，还不知足。表弟，你牛叉！习惯就好，我跟你这位太子爷不一样，不管做任何事都得小心翼翼。说着，三金掏出口香糖塞进嘴里，顺手给了秋阳一块。口香糖 C4 口香糖，味道不错。我操！你刚才还说没有 C4啊，表弟，你是恐怖分子吗？这是你妈妈的亲哥哥家，不用随时背着 C4。走进别墅，秋野快步抓住三金的肩膀，仔细打量了好几遍。像，太像了。小韩如果没死的话，看到你已经长这么大，不知道得多开心。舅舅，之前是外甥冲动了，给你造成了很大的被动，实在不好意思。都是小事，说大也大，追杀不停；说小也小，全凭您开口。面对带有敌意的三金，秋野心里很不舒服。孩子，你外公外婆知道你来很是开心，在为你准备家宴。抱歉，我这个人从小就是一个人惹祸一个人扛，所以对待亲情实在不怎么看重，希望理解。当然理解，但你要相信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有您这句话就行了。明天晚宴我会准时参加。撂下这句话，三金转身离开。晚上，三金与书景煲电话粥，突然一声巨响，一个穿着火辣的女人走了进来。我叫秋霜，按照血缘关系是你的小姨。有你这种小姨还是蛮幸福的，一言不合就拔枪，我这个做外甥的真的好害怕。三金手指秋霜身后的小弟，一个个胸口顿时爆开，惨死当场。呵呵，真当我是一个人来的？你，我他妈已经生气了，你还带人来给我下马威？这么多年也没见你们出现过一次，现在都来我面前倚老卖老。我妈被烧死的时候也没见你们出手相助，她不是你姐姐吗？她不是你们邱家的孩子吗？这就是三金极度不爽的原因。整整20年也没见你们找过我，小姨，你得庆幸是我妈的亲妹妹，否则老子有100种方法玩死你。我前往罗马国嚣张认亲，遭遇洪门集体抵制。小姨，你得庆幸是我妈的亲妹妹，否则老子有100种方法玩死你。对不起，不用道歉，你刚才的嚣张呢？三金，这里是罗马国。罗马国怎么了？只要我想，对这里进行血洗还真不是什么难事。小姨啊，你对我什么态度？已经可以看出你对我妈是什么态度了。我这个人向来六亲不认，谁让我没有六亲呢？三金，你疯了！这是你小姨，你竟然打她！开始没认出来，打完才认出来。大表哥，要不我也给你认个错，但是说好了，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就不一定了。你别闹了，小姑从小被惯坏了。都是误会，不过这里死了这么多人，那我是接着住呢，还是去姥姥家住？当然去姥姥家住，这才是一家人。表弟，到了奶奶家之后，你收点脾气行不行？废话，我这点还是能拎得清的。那就好。半小时后，几人来到了一处华丽的庄园。我的好孙子，这么多年苦了你了，都是姥姥不好。姥姥乖，不哭。老夫人，您不宜情绪激动，要不先让您外孙坐下。什么外孙？这是我亲孙子，叫大少爷。是大少爷。姥姥，这是奈子。孙媳妇。没错。好，不管外国人还是什么人，我孙子喜欢就好。姥姥也不知道你来，没有准备，收下这条项链吧。姥姥，这太贵重了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表弟，姥姥这条项链是专门传给孙媳妇的，连我都没资格。是吗？一番寒暄，孙管家带三金来到房间。大少爷，这是你的房间。我就说差点什么，这剧情才算圆满。别装了，邱家的大管家怎可能连这点疼都忍不住？身上没点过硬的功夫，也坐不上这个位置。那个谁，我在这里也待不了几天，所以没必要搞些小动作，让老太太开心开心就好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大少爷说的是。那就好，刚才算我冲动了，你不会怀恨在心吧？大少爷教训得对。表弟，你有点太狠了吧？孙管家在我们家一辈子了，我爸他们更是将其当长辈一样对待。孙管家是谁的人？秋阳沉默了，他也说不出孙管家到底是谁的人。不管他是谁的人，都是下人。再说了，他是谁的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清楚我不会对他构成威胁就行。所以他挨一巴掌得到个确切的信息，一点都不亏，明白吗？表弟牛叉，这一层都能想到。但你不能跟我一样，我是个外来人，你不是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你们家里的争斗不会少，很多矛盾都会往你身上集中。你这话说的就有点危言耸听了。
咱们看事情要着重细节。你小姑这么嚣张，那么你小姑父是干什么的？他有没有野心？大表哥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，似乎想到了一些事。所以你最好跟我出去干点事，把自己置身事外，观察观察你们家的矛盾在哪，到时候才好下手处理。晚上，老太太提前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家宴。表弟，这是秋莹，我妹妹。表哥好。莹莹你好，我跟你哥的关系最好。前些日子他到港岛玩了一阵子，下次欢迎你去港岛。谢谢表哥，表嫂好漂亮呀。表弟，我带你认识下家里人。莹莹，好好陪你表嫂，不许调皮，知道吗？哥，你就放心吧。大表弟，跟我来。表哥，你不会坑我吧？咱俩什么关系？怎可能坑你？以后咱们俩兄弟要搞很多事呢。那你是准备跟我出去玩一玩了？没错，我觉得你的话很有道理，是时候跳出圈外好好看看了。表弟，你不会坑我吧？你不坑我，我肯定不坑你。忽然，奈子哭着跑了回来。老公，我想先离开。谁欺负你了？表嫂，你怎么哭了？我刚才怎么叮嘱你的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去卫生间了。大表哥，你他妈也拿我当枪使是吧？表弟，你不要误会。莹莹，你跟你哥学坏了。面对三金阴冷的眼神，秋莹一下子哭了出来。三金，你在干嘛？大舅，要不咱们碰一碰？就在这罗马城，看看是我先死，还是先把您送走？此言一出，周围一片惊愕。这个三金哪来的这么大狗胆？我们邱家什么时候轮到外星人在这指手画脚了？跟他爹一个样，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找死都不肯找个痛快。周围都是邱家的人，自然不会让三金在这里撒野。三金，你母亲的事我会给你个交代。今天是老太太为你举行的家宴，有什么话咱们结束之后再说。大舅，我承受不起，我就是个外星人，跟你们没多大关系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要不要碰一场？既分高下，也分生死。混账玩意，这不是你撒野的地方，这里是洪门，这里是邱家，容不得你撒野。都给我闭嘴！老爸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表哥，你还是跟我出去走一圈吧，否则你连借刀杀人都玩不好，明白我的用意吗？表弟，都是我的错，有气往我身上撒。下次算计的时候，不要忽略任何一个人的心理。这次你没有把握住我的实力跟脾气。说句实在话，我真能跟大舅好好碰一碰。就在这罗马城，鹿死谁手犹未可知。教育完秋阳，三金直视秋野的双眼。大舅，奈子是我女人，老太太都把她当成孙媳妇来对待，结果在这里被人欺负哭了，合适吗？不合适，你想怎么样？谁惹的？让谁站出来？毕竟老太太身体也不太好，经不住不孝子孙的气。一句不孝子孙，让秋野脸色更加阴沉了。站出来！是我。一个27、28的年轻人站出来，满脸张扬。彭泰，大舅，我就是问他多少钱睡一次，结果这个婊子给脸不要，这不就是小日子的交际花吗？大家说是不是呀？三金暴怒，身体如炮弹一般将彭泰撞飞出去。找死！小泰，小姨，这是你儿子，我表哥是吧？难怪我是有人生没人教，我表哥有人生有人教还这样。你就是小姨夫吧？眼睛瞪这么大想干嘛？咬我！我弄死你！住手！大龙头，你还要袒护他吗？你妹妹被他打了，我儿子又被他打成这样，你要怎么处理？这是彭越，在洪门负责欧洲事务，也是秋霜的丈夫。老太太快来了，谁要是惹到老太太不开心，别怪我秋野翻脸。好，你是大龙头，我彭越服了。但是大龙头，你就不怕洪门众人寒心吗？